为师大限将至，往后的路你得独自走了。师傅，你看这是何物？万魂幡，为师还没死透，你就想收我魂魄？蠢材！为师高你3个境界，岂会被你算计？何况你这番用料粗劣，皱纹残缺，正粗劣，徒儿才练得出来。他没有禁制，也无法操控，只能收魂养魂，勉强让归魂寄身，保魂魄不散。徒儿就这点本事，你爱进不进？你只是为了保我魂魄？不错，徒儿没什么本事，不过这万魂幡也费了我一番心血。师傅，徒儿知道做个孤魂野鬼不好受，一不小心还会被抓了去，日夜奴役折磨。但只要不是魂飞魄散，总算有一丝希望。说不定徒儿将来得道成仙，也能为你重塑肉身呢。你这婆婆妈妈哪有半分魔门弟子的狠辣？再者，让人知晓你有着藏着通玄境主魂的万魂幡，你能保住它，纯粹是自找麻烦。师傅，你就说进不进这万魂幡吧。罢了。收。这法宝不一般啊，养魂之效怎会如此之好？徒儿改良了炼制之法，剔除诸多无用残杂工序，改良了咒文。这小子难道真是个天才？徒儿，你这是把师傅您的尸身炼成僵尸。虽然您不是炼体的，炼成僵尸也只是便宜东西，但有胜于无，总不能浪费，是吧？此子必成大器。徒儿，你欲往何处？自然是去凝聚气海。你才起灵数日，若无凝气丹，想开辟气海，少说也要苦消数十年。所以我要炼丹。主要徐记录只有在100年蒸乳中才可能凝出一滴，运气好找3、5年，运气不好10几年也未必有。太慢。你想用血炼？屠杀千人，怨气冲天，正道修士隔着100里都能闻见。以你如今修为，谁说我要杀人？不杀人，如何血炼？师傅，人和禽兽到底差在哪里？你想用兽血修炼？糊涂！兽血污浊会损神魂，练得越多越像野兽，不等你凝成气海，就会变成疯子。所以我要弄明白。弄明白什么？兽血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修士发狂？千百年无人解开的难题，你凭什么能解？也许不是无人能解，只是解开的人都藏着没说。师傅对徒弟留一手的事，难道还少吗？徒儿不是说您，当然，咱们师徒相处数月，徒儿相信师傅已经倾囊相授。这话听着，怎么比骂人还难受？成了。你真练出来了？练出来不难，难的是吃了会不会疯？这还用试？兽血污浊，损伤神魂，轻则发狂，重则沦为野兽。书上也是这么写的。那你还练？书上只说会疯，没说为什么疯。既然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得试。你想拿谁试？这位兄台，我们一家3口路过，见此地有炊烟，不知能否施舍一点肉汤粥水？这孩儿已经饿了3日，求你大发慈悲。相逢即是缘，诸位随意。饿久了，别大口吃肉，先喝些肉汤。一饭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日后若有机会，必当厚报。言重了，萍水相逢，不过一锅肉汤罢了。瞧你们的样子，不像是逃荒，怎会跑到这深山里来？在下赵河州，本是崔县人士。今日县令强征10岁以下孩童，说是送往清河剑派修行。可我儿才刚满周岁，夫妻不忍骨肉分离，只非连夜携儿逃至此地。清河剑派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仙门。难道这真是仙缘？是我们夫妻做错了？即便真是仙缘，那县令是什么德行，你还不清楚？真有好事，他会这般卖力的承手送人？
不错，那县令贪得无厌，当官3年，刮得天高9尺，怎可能将仙元平白送给全县百姓？清河剑派应不会如此收徒，多半是魔门假背其名，或是县令另有所图。不过崔县离此百里，应当暂时牵连不到自己。如此瘦弱的少年，竟能活出2头大野猪，就算是死的，自己也未必搬得动啊。昨日听赵先生谈吐文雅，想必是识文断字之人。识得一些。那正好，先吃个早饭。此事费时费力，赵先生还是先吃饱，攒些力气。壮士尽管吩咐，我们一家3口的命都是您救的，但凡有差遣，在下绝无二话。这些野猪和鸟都被我灌了药，用来测试药方。我今日有事外出，无法时刻盯着药效发作，烦请赵先生帮我看着。一旦有任何异常，务必仔细记下发作时辰、不良症状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放心，在下一定仔细记录，绝不遗漏分毫。那就有劳赵先生了。血丹存量不够了，今日还得再去打些猎物回来。徒儿，你留着他们是想拿来试药？师傅，你不睡觉就是为了问这个？你是魔修，身边多几个凡人，便多几分暴露的风险。清河剑派迟早会查到这里，若让他们知道你有万魂幡、炼血丹，你还能活？那就更不能杀他们了。若清河舰队问起，他们只会说我是救他们性命的好人。你当正道修士都是傻子？师父放心，我早就想好了说辞。诸位大侠，我真不知道这是魔道法宝，我只是路上捡到一面会说话的白帆，里面有个老爷爷说他被奸人所害，要教我修行，还说能满足我3个愿望。这小子的表演竟看不出半点破绽，你这是要把为师供出去挡灾？师父教过我，魔修关键时候不能心慈手软。少嬉皮笑脸，你到底为何救这一家人？我看那赵河州虽狼狈逃亡百里，仍有几分读书人的体面，我给他个台阶，也算全他颜面。死要面子罢了，这种男人还不如他妻子有决断。他妻子确实难得，可赵河州也未必懦弱，夫妻本可安稳度日，为了骨肉却举家逃亡，这份决心已胜过许多人。若他真无能，哪撑得到今日？师父，徒儿说那么多，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救下这一家3口，其实只有一个理由。是何理由？我修魔道讲究的不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吗？为何救人？当然是因为我乐意。这小子真不会是修魔的，实在分不清他哪句话是真心。壮士，野猪和鸟儿毒发前后的模样，我都记下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普通毒发。野猪和飞鸟死前都像狼，狼血丹里残留的恐怕不只是灵气，还有狼的残魂，兽魂相冲才会撕裂神智。若是野猪吃狼血丹会死，那狼吃狼血丹呢？等等，这是那位壮士的猎物啊！我们不告而取，不妥。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却不通人情。夫君，你真以为那小哥需要你做事？他不过是给你个台阶，若不愿接济咱们，昨日又怎会那般慷慨？你怎就拎不清呢？壮士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怕是遇上麻烦了。外面有狼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找，很快回来。
总算喂下去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能撑多久。野猪1个时辰就死了，可他撑过了2个时辰。果然，狼血丹喂狼不会相冲。根由既已阐明，接下来便是撤除残魂影响。只要破了此关，我便去宰上千百头猪牛羊，丹田气海自然可成。晋升，屏息静气。好啦，师傅，那颗流星有何门道？哪里是什么流星，那是清河派的剑光，御剑飞行，至少也是通玄境修士，只凭眼神就能斩下你的脑袋。那方向是崔县，剑如流星，果然半点不假。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这回怕是有难了。日后若我修仙有成，你可是大功一件。赵先生，你这是？我怕壮士夜里行路不便，出来迎迎。谢谢。成了，这些就是血丹里的兽魂残念。孽徒，你拿为师当诱饵！师傅，徒儿实在没辙，凑不齐第2张万魂幡的材料了。你前几日还说自己心慈手软，转头就把为师卖了。师傅别气，这点残魂对您来说不过清风拂面。我现在风一吹就死。成不成，就看这一回了。没有狂暴，没有癫狂，也没有气血反噬。从今往后，我便能靠这兽血丹安心练功了。以兽畜血替人血，血炼秘术便再无杀孽之忧。正道也难寻把柄，困住魔道无数年的难题，竟让这小子破了。师傅，我要去崔县。孽徒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兽血丹虽然成功了，但药效大减，单靠这几座山里的野兽，远远不够。崔县是附近最繁华的县城，三河交汇，商贾云集，那里牛羊成村，牲畜无数。你要去那里取兽血？我要凝聚丹田气海，就必须去。你若带着我，这万魂幡便是铁证。清河剑派的剑心感应，可不是你那点伪装能糊弄过去的。到时候，你该不会真想把为师交出去当投名状吧？师傅，瞧您说的，徒儿之前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您老可别太记仇了。哼，那你究竟有何打算？师傅，我自知没那个本事将万魂幡藏得滴水不漏，所以咱们师徒怕是要暂别一段时日了。孽徒，你要把为师扔了？我会把您托付给赵和周一家，他们老实本分，我会让他们去南边县城安顿，好生供奉你。等我修行有成，一定回来寻你。你当真要去冒险？天下牲口又不止那里有，咱们师徒大可走远一些。徒儿，你还年轻，耽误个3、5年不算什么。师傅，我不能等，这次耽误3、5年，下次也许又要耽误7、8年。修行之路本就寸步必争，我要靠开仙门，要揽江河入梦，要逍遥天地之间。这崔县，我非去不可。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魔头，还没到出师的时候。师傅，你怎么散尽了修为？为师散尽魔功，从此之后，这万魂幡只像一件自扔灵域的法宝，除非有人搜魂，否则清河剑派掌门来了也看不出端倪。可这样一来，师傅你……如此一来，这万魂幡最多让我多活3年。我那么辛苦给你炼制万魂幡，你就这样散了修为？
本来就是将死之魂，早晚有何区别？你不是说要成仙吗？3年时光，你若是能达到合道境界，那为师还有救。你让我3年合道，和让我3年成仙有什么区别？怎么，刚才的雄心壮志呢？若是这变气内，你还修什么仙？3年成仙我未必可以，但3年内，徒儿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无知小儿，先凝聚气海再吹牛吧。为师要睡一觉，不是快死了就别来吵我。行过小周天，念咒掐指诀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，得了道的小神仙。桃儿，这可是官道，不许摆摊啊！你们看那白帆插在哪儿？最近县太爷征收童男童女，惹来不少江湖人，小孩、女人、老人、出家人都别随便招惹，咱们只管巡查，上报便是。又跑了一笔生意，这年头就没人想问问补吗？县大爷征童男童女的事儿，听说越闹越大了。清河剑派的人不是早就到了吗？怎么还没管？谁知道呢？这里可是红玉君主的封地，县令背后有人承压，自然不怕。红云郡主，清河剑派，童男童女，崔县这潭水比我想的还深。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修炼，牲畜要钱，牧场更要钱。这不对吧？这崔县人心惶惶，乱局已然显露，怎会没人想算卦呢？呵呵，算卦的，你算得准不准？先生想问何事？哼，你若真准，还用问我？是王三七，这泼皮又来找事儿了。阁下这是考我？算不出来，没本事还敢给人算命！今日爷爷我便替天行道。不信便试试。第一卦只收1文，若我算准，你给1文；若算错，我赔你100文，如何？诸位街坊听着，他说算错赔我100文。好，那你算算，爷爷我姓什么？好，请阁下写下生辰八字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不是会看相吗？看我这张脸，算不出便是你输。这不是诚心刁难人吗？算命哪有不给生辰八字的？这泼胚也太欺负人了！算不出来就赔钱。我大哥在衙门当差，少1文都扒了你的皮。既然阁下苦苦相逼，那小道只好违背祖师之命，拿出真本事了。你姓王，可有错？错了！爷爷我姓李，木子李。这王泼皮为了赢，连祖宗姓氏都不认了。回去告他爹去，让王差都抽死他。算你厉害，爷爷我确实姓王。敢不敢再算？还是你错了，赔100文？可以，但规矩要改。第一卦1文，第二卦2文，第三卦4文。以后每一卦赌注翻倍，我若算错，照样100倍赔你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就不信你每一卦都那么准。算我的生辰八字：甲辰年7月13，亥时1刻，今年20有7。再来，算我家里几口人？你父母健在，快到30还娶不到媳妇，平日住在陋屋，常去兄嫂家蹭饭。你说我该算你一口人，还是连父母兄嫂一起算？我家狗什么毛色？你自己都养不活，根本没养狗。我家门朝哪边？朝西。什么木头？柳木。我平时爱喝什么酒？有钱喝玉冰烧，没钱偷什么喝什么。你这牛鼻子敢污蔑我！我写字与掌心，你来猜是何字？你写了一个王字，但你拇指沾了墨，准备等我说出王字后再加一笔变成玉。王三七，你已经输了18次，算上第1文钱，你还欠我524286文。给你抹个零，你欠我52万文钱，还要继续赌吗？524287文。起初不是1文1卦吗？怎么才20卦就滚到这么多了？第一卦1文，
第二卦2文，第三卦4文。此后每输一卦，便翻上1倍。20卦之后，连本带账，正好524287文。骗子，你是个骗子！我去衙门告发你！多谢各位仗义直言，诸位今日若要算卦，我分文不取。法力消耗过大，今日实在无法再算准了。虽说今日只赚了1文钱，可神算子的名声该在崔县传开了。想快些赚大钱，还得靠那些权贵。名声一响，自有人上门。你还真是心急，说好半夜再来，免得旁人瞧见。怎么连几个时辰都等不及呢？道长莫怪，家父病重，早些服药也能少受些罪。那场戏我演的还算凑合吧，还请道长兑现承诺，赐我仙丹。你这人，平日里偷鸡摸狗，欺压良善，除了这份孝心，当真一无是处。你法父兄攒下的名声都败在你的手上。你父亲气若体山，此药可补溃却，温水对服后，让他睡上1整天，莫要打扰。给我磕头有何用？去向你欺负过的人磕头赔罪，该赔多少便赔多少。从今往后多行善事，若再让我知你作恶，我便亲自让你遭报应。你老父吃了我的丹药，我也能抛心挖肚取回来。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！道长切莫动气，我绝不敢再做恶行。若是真有因果报应就好了，我这种好人就该有大大的福报。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若他刚才出手，自己怕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道友刚才所言，好人应该有大福报。小女子有一事不明，你帮了一个恶徒，也算做好事吗？敢问姑娘是何人？清河剑派苏纯一。清河剑派，道友无需担忧，你这法宝灵韵自生，确实难得。但我清河派弟子不会做杀人夺宝之事，我只是心有疑惑，想请教一二。原来是清河剑派高祖，在下陈烨，无门无派的散修，路师不便待客，我请姑娘你去酒馆喝一杯。门规所限，我不能喝酒，而且凡尘俗世到处都一样，道友无需介怀。又不是真想跟你喝一杯，这不是担心此处四下无人，怕被你噎口吗？那就喝杯茶吧，我境界可没姑娘那么高，此地太糟了，也不好聊天。说来冒昧，我已暗中观察许久，实在不解道友所为，可否为我解惑？苏姑娘，你为何要观察我？我怀疑你与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有关，崔县之中有任何异常之处，我都会有所感应前来查看，并非故意针对道友。那你可太看高我了，我不过是旁门左道的散修，才刚到启灵境界，哪有这样的本事？启灵境？但你的卜算之术极为厉害，我还以为是隐藏了修为的前辈高人。我若是真会卜算过去未来，哪里还需要跟王三七演戏呢？不过是演双簧骗骗路人而已。这正是我不解之处。道友既费心演这场戏，为何给旁人卜算是分文不取？还有之后你算的那般精准，数十人问卜，总不能全是与你串通吧？苏姑娘，此乃秘法，是不能外传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不妨与我做一场交易。不知道友想换取何物？我若为苏姑娘解惑，不知能否换一颗凝气丹？我没有凝气丹，不过我有炼制凝气丹的材料。道友倘若能为我解惑，我愿以此相换。成交。我不过一介散修，无依无靠，只能从巨贾豪商身上想办法，换些修行资源。我与王三七演那场戏，只为打响名声。寻常百姓没多少银钱，倒不如免费卜算，让他们替我宣扬，也好招来富贵主顾。凡人的钱财再多，对修行又能有何助益？苏姑娘出身名门大派，许是不懂其中门道。玄机路虽稀罕，但只要肯花大价钱，还是买得到的。原来如此，道友是想骗取更多的钱财。
若自己认了骗子之名，下一转会不会飞剑临头，人头落地？自然不是骗钱，我会炼些强身健体的丹药与人交换，价格或许贵些，却绝非行骗。故意抬高价格，难道就不算骗了？值不值得，全看买卖双方。做生意本就低买高卖，抬价多少算骗，谁说得清？就像万金古玩，大多也不过奴土烧制，溢价多少，全凭人心。丹药是真的，能卖多少价，便是我的本事。道有所为，我已明白，只是还有一事不解，你既不懂卜算，为何又能算得如此精准？不过是些江湖把戏罢了。我并非真会卜算，只是察言观色，顺着他们所求去说。求富贵，便劝稳重；求平安，便赠丹药；求姻缘，便说人品；求子嗣，便祝多福。话说的模糊些，他们自会对号入座。即便偶有失误，也不过一句法力耗尽便能搪塞。道有高才，受教了。不过是不入流的小手段，与修行无异。若非散修艰难，我倒宁愿躲进深山修行，懒得揣度人心。上辈子勾心斗角已经够累人了，这辈子若非必要，真不想重操旧业。道友太谦虚了，这种本事在山中修行数百年也练不出来。苏姑娘过奖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道友为我解惑。苏姑娘请讲。请问道友，你帮王三七这样一个恶人，也算行善吗？若问我本心，我只信一件事：因果已了，便是善；孽缘纠缠不清，便是恶。还请道友细说。我初到崔县时，王三七敲诈我，被我教训了一顿，这恶因已了。后来我借他扬名，也替他父亲治病，我得了名声，他救了老父，这便是善果。那被王三七欺凌过的其他人呢？那是他们的因果。我让王三七赔偿致歉，不过顺手一提。旁人原不原谅他，要报复还是隐忍，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果。待我取到所求，便会离开崔县。王三七日后如何，与我再无干系。若依道友所言，弱小之人又该如何了结自身因果？只能默默忍受吗？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凡人的因果究竟该如何了结，那是仙人才该思量的事。等我有朝一日超凡入圣，位列仙班，或许就能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。让天下人皆得因果报应，这如何能够做到？待死后再行清算吗？若能让所有凡人死后集聚一处，生前善恶皆映于明镜之中，未了的因果一一清算，欠下的债一笔一笔算清，该下油锅的下油锅，该重新投胎的重新投胎，如此一来，岂不人人都有报应？重新投胎，这是何意？坏了，说顺嘴了。此事并无轮回，人死如灯灭。若说转生，听在修士耳中，怕是与多舍也差不了太多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至于具体如何，等我真成仙了再细想也不迟。罪孽清算，了结因果，轮回重生。先生此等胸襟志向，实令我自惭形秽。我清河剑派上下皆曾苦思如何拯救天下万人，便是掌门，也未曾有过这般奇思妙想。这也并非我的独创，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。先生谦逊至诚，纯一佩服。先生，纯一正有一件大事，想请你相助。请我帮忙，苏姑娘言重了。我这点修为，能帮得了什么？正是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那假冒清河剑派的狂徒，当真如此棘手？我到崔县已有些时日，却实属寻不到那人。被强征的孩童关在城外青莲道观，有妇人照料，暂且无碍。我暗查数日，越查越觉得此事不对。崔县县令强征童男童女，似乎并非受魔门修士蛊惑，反倒像是奉了朝廷中人的命令。他们要这些孩童做什么？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。临行前，师门长辈曾再三叮嘱，说我此行危机四伏，会遇上一位此生宿敌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更不能打草惊蛇。所以，我需要先生协助。眼下凝气丹材料已齐，最要紧的是开炉炼丹，凝聚气海。只是若拒绝苏春意，便等于断了清河剑派这条路，那可是天下第一剑派，结下一份善缘，日后修行必有助益。更何况，他们或许能救师傅。我愿出手相助，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先生但说无妨，我定当全力促成。我想先炼制凝气丹，待我修成丹田气海之后，再着手调查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不知苏姑娘能否等候数日？修行乃根本所在，
我有一处净室，恰好可供先生使用。这几日我也需再去探听些消息，待先生出关，咱们再一同彻查此事。先生，还请随我来。我平日打坐修行的净室在城外。城外？若是路远，不如我就在城中寻个地方。王三七那破屋虽然脏乱些，收拾一下倒也算清静。凝气丹虽不难炼，可总归得寻个免受打扰之地。我已见光邪先生出城，转瞬便至。先生不必担忧惊动旁人，我可用幻术遮掩，凡人察觉不到。难怪先前察觉不到他的行踪，原来清河剑派还善幻术。苏姑娘，倘若你要用剑光带我飞出城去，我倒有个请求，还望你撤去幻术。这般行事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不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苏姑娘，倘若你要用剑光带我飞出城去，还望你撤去幻术。这般行事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掌柜的，我这个包裹想暂且寄存在您这儿，过几日便来取回。道长，小店人多手杂，实在不好替客人保管东西，万一丢了，怕是……这些全当保管费。这可是神仙留下的宝贝，万万不能有丝毫损伤。今日过后，我小神仙的名号，怕是要在崔县彻底坐实了。我初随师父御空时，也和你一样喊哑了嗓子。那时我只觉得天地广阔，无边无际，总想着有朝一日，若能独自遇见，便要去天涯海角，看尽世间奇景。苏姑娘如今已能独自遇见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修行之路越往前越艰难，如今虽能遇见，却终年闭关修行，哪有多少闲暇真正去游山玩水？修行越往后越难，能停下来的多半已是进无可进。就像师父夺舍太多，寿元将尽，这才想起收徒传承。如今我初入启灵境，尚有100年可争，岂能就此止步？先生，请随我来。先生可在此安心炼丹。我虽不善炼丹，但门中与凝聚气海心相关的典籍尚有一些，这些或许能帮到先生。这些并非清河秘传，倒像是苏纯义私下收来的杂技，想来只是常见典籍。气海旋转，竟还有顺逆之分，还会影响炼气与施法。这作者更大胆，竟想在体内凝出2个气海。可惜试下来不是自行融合，就是收益太小，反倒白白耗费丹药。虽是失败之法，思路却不简单。气海并非一成不变，这些细节师父从未提过。看来修行这条路不能只照着功法死练，多懂一点门道，日后或许就能少走一段弯路。这阵法与我所学完全不同，同样材料，若换我来布，成效恐怕只有70%。苏姑娘若有疑问，只管问便是。你借我典籍，对我注意不小，我正愁不知如何回报。这是聚灵炼丹的。不错，炼凝气丹时，灵气越足，成丹越快。你这阵法删去了不少皱纹，聚灵虽强，筛选灵气的效果却弱了。如此一来，引来的灵气恐怕会饱杂不纯。无妨，凝气丹毕竟只是低阶丹药，混杂些灵气，不至于影响品质。关键还是炼制速度。苏姑娘，咱们还是先去查探一下这阴风的源头吧。啊，这不愧是高境界修士，施法速度比我快太多了。
这是魔门血炼之术，有魔头在用人血炼功。苏姑娘，看最上方的尸骸，怕是也死了数日，那魔头未必就在附近。无妨，我能找到。那魔头就在东北处300里之外。师傅，咱们魔修以前见识还是太少了。此行或有风险，我未必能护先生周全。这3道剑符赠你防身，你留在此地静修，少则3日，多则5日，我定当归来。这位苏姑娘，当真是嫉恶如虫啊！可惜这小姑娘没什么对付魔头的经验。师傅，你怎么醒了？多睡无益，方才不说话是怕她看出端倪。也是，刚生灵韵的法宝器灵，哪有老人嗓音？少贫嘴，为师提醒你，这弃尸之地不寻常。师傅放心，我早就瞧出来了，还想提醒苏姑娘，谁想她动作太快，我都没来得及开口。提醒她作甚？藏里面的宝贝不要了。若真是宝物，也多半是魔道之物。苏姑娘回来若见我私藏，一剑削了我的脑袋，到时师傅可就真成孤魂野鬼了。你不会先藏起来？难道还真想入赘清河剑派？若苏姑娘不嫌弃，我倒也不介意。呸！想得美！你这小魔头，若进了清河剑派，问心一关都过不去，到时候别说入赘，脑袋都未必保得住。师傅教训的是，那还等什么？先把宝物取出来。师傅，现在不是寻宝的时候，我刚得了玄机录，凝练气海才是正事。你就不好奇里面藏着什么？好奇，但千鸟在林，不如一鸟在手。等我凝成气海，再去也不迟。若是那苏纯一提前回来呢？那便算我与此宝无缘。罢了，你自己决定。这玄衣录品质极好，倒省了我不少功夫。气海成了。如今入了气海境，该去看看那尸坑了。火来！木生火，火属阳，不论尸坑中藏着何等凶险，以火克之，总归不会出太大差错。佛门，这世上的佛门本就少得可怜，其中最有名的涅槃宗还被公认为魔门。他们信奉断红尘因果，无论犯下何等恶事，只要剃度出家，便可一笔勾销。可当年正魔大战，涅槃宗宗主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如今这尊邪佛出现，难不成涅槃宗又死灰复燃了？若非早早布下这阵法，方才怕是已经中招了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自废双耳。3道剑符，只剩1道，亏不亏，就看坑里藏着什么宝贝了。血元丹，既能补些灵气，也能疗些小伤。我这双耳
倒正好用得上，只是副作用不小。剩下的都是解毒、下毒、养蛊，杂是杂了些，倒都用得上。可惜了，这2道灵符，有一道已被剑气毁去，这一道竟然是染血咒，以血为心，烧至血肉枯竭。凭我如今的修为，还施展不得。若光是这些收获，此次可就亏大了。这万魂幡比我练的那破烂可强多了。邪咒灵童，本体一死，神魂便能借阵法牵引，夺舍重生。丹药、灵符、法宝，原来都是给夺舍后备着的。不对，苏姑娘若真杀了那魔头，她岂不是马上就要夺舍？若让她在这里重生，我就死定了。封面普通，书页也普通，怎么看都不像宝物，可它偏偏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。刚才剑符劈开邪佛，金佛都被斩成2半，这本书却只留下了一道浅痕。这书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难怪藏在邪佛肚子里。不过，这书真正值钱的，还是上面的字。能用这种东西记载的，怕不是寻常传承。这竟是地藏本愿经的原文。地藏菩萨，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前世的经文？难道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来过这里？看来只是借了开头几句，后面的便是作者自己的感悟了。写书的人应该见过原经，若是完整经文，或许还能查出我为何穿越。可惜，线索到这里就断了。不过，这神魂秘术倒也不简单，居、所、问、行，全是针对魂魄的手段。只可惜，都是伤神破魂之法。若是养魂护活的秘术，师傅或许还有救。唉，世上哪有这种好事，还是要靠自己做。趁那清河剑派的没回来，快将这邪咒灵童藏好。师傅，这里面封印的又不是我的血脉，藏起来又有何用？即便无血脉之亲，邪咒灵童也是上好肉身，可比随便找人夺舍好得多。我教过你破咒之法，赶快破了原来的封禁，将这邪咒灵童与你神魂相连，如此一来，便多一条命。徒儿修为太弱，能否破开神魂相连尚未可知，就算能，也非3、5日可成。以苏姑娘的本事，届时那魔头早被斩。不试一试，如何知道来不及？邪咒灵童可遇不可求啊！师傅，徒儿是3年便要飞升成仙的，何必为夺舍做准备？唉，既然如此，你还是快将这邪咒灵童毁了吧。等到那魔头夺舍，他怕是伸手一抓就将你炼化。师傅，咱们修魔的也不能总吃亏。邪咒灵童我不动，但那魔头的神魂倒可以提前埋伏一手。剑符还剩1张，再加上刚得的秘术，若趁他夺舍未稳，未必不能赌一把。真能拿下一个通玄境魂魄，这笔买卖就不亏。那魔头修为至少也是通玄，哪怕只剩下元神，杀你依旧易如反掌。师傅，夺舍这事你经验丰富，若是在这邪咒灵童之外布置阵法，阻挡魔头的神魂夺舍，能挡得住多久？夺舍经验丰富，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以你现在的修为，就算有阵法，也挡不住通玄境几招。但只要撑过第1击，便有机会。神魂离体如无根之木，施法越多，消散越快。你要做的，就是隔绝邪咒灵童与本体的联系，再困住那魔头神魂。拖得越久，胜算越大。与我猜测也差不多，只不过布置阵法也要时间。若是那魔头提前夺舍，罢了。修仙哪有不冒风险的？不愧是魔门正宗的万魂幡，比我炼制的强的不是1星半点。能不能困住通玄境神魂，就看他了。苦厄大师，我刚入庙门，尚未说明来意，你便封死整座寺庙，你在怕什么？施主，你满怀杀意，不管你有何来意，切莫伤及旁人。我寻剑意而来，追踪一个害人无数的魔头。苦厄大师，此事与你可有关？贫僧从未害人。你我皆是修行之人，
若你从未害人，这件沾满怨气的袈裟又该如何解释？众生愚钝，众生皆苦，贫僧度众生，自然也会沾上凡人的怨念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满怀杀心，入庙便要问罪。你口称正义，实负则心中嗔念炽盛，不如坐下，听贫僧念一钻经，化去恶念。伸张正义，为民除害，何来恶念？施主乃是修行之人，不应沾染凡尘，不是你的因果，非要揽在身上，这便是不智。余行催生恶果，这便是恶念。若不早日除去，必遭报应。炎灵一类的法术，这是开口尘。你是涅槃宗的魔头。施主恶念缠身，不懂我大同佛法的精妙。我涅槃宗普度众生，哪里是什么恶人？你们所谓普度众生，就是残杀无辜。这和尚修为不如自己，全力一剑，却连他护身金光都没能打破。一言不合便拔剑伤人，这便是你们正道的嘴脸。道理辩不过，便要杀人泄愤。施主，究竟谁才是魔道？师门长辈说过，开口禅这类神通，只要驳倒歪理便能破功。可我哪会跟和尚辩经？若那人在此，或许三响句话就能破了此术。以身养剑，施主不怕剑锋反噬，那时候连神魂都会受损。剑心即人心，只要两心皆正，何来反噬？魔头，受死！幸亏我准备了一个邪兆灵童，夺舍养伤，半日便够。到时回了涅槃宗，谅那清河小辈也不敢追来。在邪兆灵童上刻下的咒印生效，神魂便会自行被吸入。待我夺舍重生定药。不对，什么东西？万魂幡。不对，这是我的万魂幡！啊！找死！不对，那竹竿上有古怪，竟卸去了金刚闯的威力。这才是真正的通玄镜啊！这小子阴阳谁呢？不过这魔头的神魂确实棘手，真让他脱身，这小子未必扛得住。这魔头还真难缠，万魂幡若收不住，那就直接用剑斧斩了。少赚些便少赚些，总好过翻船。神魂离体，撑不了太久了。再这样拖下去，迟早要被那万魂幡吞进去。阿弥陀佛，我与施主并无仇怨，施主盗我法宝，又害我性命，已是业障缠身。肉身虽毁，只要还能开口，便能给神魂镀上一层护体金身。只要再撑片刻，未必没有反杀的机会。涅槃宗开口禅神通，开口禅，我只听过闭口禅。听闻开口便能护体，金身不灭，万法不侵。若真是如此，他怎会被苏姑娘斩了肉身？我也不懂。自己这老师本事一般，见识也一般，
施主既要害我，为何不敢出来一见？若知此事见不得光，不如回头是岸，撤去战法，还来得及。满坑尸骸，万魂幡怨魂，邪咒灵童，哪一样不是他的罪孽？他还好意思劝别人回头是岸？师父，涅槃宗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要脸怎么当魔头？阿弥陀佛，大师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害你，而是请你早登极乐。你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至于怎么回头，当然是去死。我一片慈悲，还请大师早入我万魂幡。施主既要渡我，为何不敢见我？在下不求回报，不需要大师记住我的长相来报恩。为了让大师少些牵挂，我还是不出来。堂堂清河剑派传人，也只敢仗宝欺人，放开束缚，让贫僧领教你的剑诀。师姐，不是说好别暴露身份吗？罢了，即便识破，我也不能辱没清河剑派。为是公平，我这就解幡与你一战。好，贫僧让你3招。无耻小辈，满嘴谎言，当下拔舌炼狱！师父，他又说什么？让他慢慢急。太阳快出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阴魂扛不扛得住太阳直晒。收。让这些冤魂报了仇，他们就不够凶了。师父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招？刚琢磨的，你别打岔。这万魂幡对你来是上好的法宝，真让这些冤魂了却心愿，自行散去，这法宝就毁了一半。师父请放心，没掏空这魔头所学之前，我会留他一口气的。至于其他冤魂，你总不能让我压着他们，不让他们报仇吧？为什么不能？他们又不是你杀的。万魂幡不是这么用的，就是要狠狠折磨，培养这些冤魂的凶戾之气，放出时以法术误导，让他们见谁都认作敌人，才有万鬼食人的威势。一旦让他们啃食那和尚，戾气很快就散了。师父，你这账怎么算呢？我还不如用这万魂幡跟苏姑娘多换几张剑符呢。你真当那剑符是寻常灵符？这等威力多半是苏纯一师门长辈赐的保命宝贝，他自己可练不出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这份人情可就太大了。不过人情欠得大，也未必不是好事。有来有往才是交情。做人做事最忌讳就是当墙头草左右摇摆。师父，帮人就帮到底。要跟苏姑娘合作，那就不要中途暴露魔头的本性。回想自己一生，不止一次犯过这种错，行恶不够狠，行善又贪利，结果几百年下来，也不过通玄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小子天赋比自己更好，心智更坚，将来必定比自己走得更远。罢了，你自己考虑吧。先把残留痕迹处理干净。苏姑娘若是回来，看见师父留下的痕迹，那才是真麻烦。硬吃金刚杵一击，竟然丝毫无损，可惜无法炼化，否则炼成护身法宝，怕是比万魂幡还厉害100倍。这金佛也不知是什么材料，能扛住剑气，估计也有些用处。若是能将那魔头所学全部挖出来，这次冒险当真是大赚特赚。果然是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怪不都想当魔头，这夺宝赚钱多快啊！靠自己积攒这些，不得花100年时光？全当是练法术了。苏姑娘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我找到了那魔头，可惜只斩了他的肉身，让他神魂走脱，担忧先生有危险，便赶了回来。不过，看来我还是来晚了。苏姑娘，我耳膜受了些伤，听不太清楚。
谢谢。区区小事，无足挂齿。想来先生遭遇了不少危难，关于那魔头的去处，还有这坑内的秘密，可否请先生为我解惑？若先前听了师父的话，将万魂幡据为己有，折磨怨魂，如今便是百口莫辩。苏姑娘，我只知道那魔头夺舍重生之事，至于他之前做过的恶事，不如我们来问问这些受害的怨魂吧。嗯。卑鄙无耻！你们清河剑派也与邪门歪道合作，算什么正道？你的开口禅破功了。小辈，安敢欺我？有种便给我个痛快！大师，你太执着了。若世间有人谤你、欺你、辱你，你切不可动怒，只需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，再待几年，你且看他。此言颇有清净无为之意，先生果然大才。是他，就是这和尚害了我们，求仙子替我们做主啊！求仙子替我们做主！好蠢的一个小辈！清河剑派的剑法虽好，但却连真假都分不清。此魔头乃先生所擒，生死便由先生决定。我连说辞都想好了，不管那魔头怎么攀咬，我都有把握自证清白。可苏纯一竟连问都不问。无知小辈，他能破我的邪咒灵童，他能炼化我的万魂幡，他也是魔道中人。你想清楚，你与这小魔头为伍，清河剑派的清誉就毁在你的手上。先生无需理会，我信你。你愚蠢至极，清河剑派定要被你毁了。多谢苏姑娘信任，不过我确实懂些魔门手段，毕竟旁门散修，没什么能挑剔的，遇到什么便学什么。但我可对天发誓，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。先生今日为众多无辜者报了大仇，只是这万魂幡与邪咒灵童准备如何处置？我一介散修，不懂这些规矩。苏姑娘是名门大派出身，应该有相应的流程吧？不妨让我长长见识。万魂幡乃魔道害人法宝，怨魂多已失智，按规矩只能销毁。我能做的唯有让他们无痛消散。这万魂幡可是精品，就此毁去着实可惜。不过此宝归先生所得，我不便擅处。若先生愿交由我销毁，我愿以此物交换。此乃我年幼时所用剑匣，论威能不比这万魂幡差，足以弥补先生损失。年幼时所用，但这剑匣这么大。幼时无知，只觉师父的剑匣好看，便吵着讨了一个。苏姑娘这份礼物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至于这万魂幡与邪咒灵童，我还想请苏姑娘你帮我一个忙。先生请讲。苏姑娘，这人虽然神魂粉碎，但还活着。这是我从古籍中找到的神魂秘术，虽不能直接修复他的神魂，但我觉得这秘术若是能改良一番，未必不能救人一命。此物同样贵重，而且先生你若是觉得可以，为何不自己动手？我虽有想法，但精研10年未必能有成果。那邪咒灵童维系生机的法子太过阴损，我总不能为救一人，却害更多无辜之人。清河剑派高人众多，若得此秘术，或能短期悟出救人之法，救人一命，终是大功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这便将秘术送回门派之中，求师父出手救人。若是这秘术当真有救人之法，我也会抄录一份送给先生。清河剑派这条大腿算是彻底抱牢了。师父只剩3年时间，我未必能悟出修复神魂之法，但如果清河剑派出手，那成功几率就大上许多。这么多怨魂，到最后只有这10几个还记得自己的名字。立下此碑，算是让后来寻至此处的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。若有亡者亲眷寻来，也可知仇人已然伏诛，或许便能稍解心中怨愤。我这便带邪咒灵童回清河剑派，求师父救他一命。崔县之事就拜托先生了。
传信玉牌。先生大义，愿为无辜受害之人寻生路。那些怨魂已遭魔头毒手，若能以秘术暂护残魂，免其彻底消散，终归也是功德一件。只是万魂幡不为正道浸入，还望慎用。剑匣宜赠与先生。玉牌为清河剑派信物，若遇其他门派修士责难，便出示玉牌解释，或可免去麻烦。望先生珍重，来日再会。愿你我修为皆有精进。别乱想，你这小魔头，纠缠越深，身份败露之时，你死得越快。师傅啊，你怎么就没看出徒弟的一片虎心呢？这语气准没好事。我与苏姑娘如今交情已算不错，不仅能让她帮忙救治邪咒灵童，就连我手上的万魂幡也算了清河剑派默许。若有朝一日，我说幡中还有一缕残魂，尚有神智，未曾害人。你是说我……别急，师傅，我和苏姑娘的交情还没好到能请动清河剑派掌门替你恢复神魂，何况那位掌门未必答应。不过，总归是条路，至少眼下有了希望。对，你做得很好。为师再传你一些对付女人的手段，定要将这姑娘拿下。师傅，这就免了吧。你这孽徒，真当为师不知？你尚是纯阳之身，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。你以为只凭一张好皮相便够了？在修行者眼里，外貌美丑反而不重要，关键还得看手段。这老魔头真够为老不尊的，这些手段用在苏纯一身上，找死吗？孽徒，你这是作甚？要练了为师不成？我总不能背着2个万魂幡吧？好不容易在崔县营造出世外高人的名声，造型不得注意点？师傅你放心，我这万魂幡伤不着您的贵体。你真要去查这童男童女之事？师傅有什么忧虑吗？不是说好了紧紧抱住清河剑派这条大腿？此事处处透露着古怪。我也知道有古怪。那和尚交代，最早一批已被困樊中近20年，说明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一案与他无关。但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罢了。你小子比我聪明，如何把握你自己考虑。为师要歇一歇了。不过有3件事你需要听我的。师傅有何吩咐？第一，趟浑水之前，先将那剑匣炼化。那小姑娘已经将炼化之法留在剑匣上，应该不花多少时间。第二，你还要选一门法术，专心研学，以备斗法之用。斗法凶险，此番拿下苦厄和尚，运气与努力各半，实属侥幸。日后若再遇修士动手，确实还需保命之法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那第3件事呢？第3件事，记得蒙面。你如今这模样，再去崔县，只会惹麻烦。为何？炼化剑匣，研习法术，我都能理解。可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蒙面？拜见恩公。老人家无需多礼，我说过，为你们报仇只是适逢其会，真正杀了苦厄和尚的是你们自己。老夫粗鄙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若无恩公相助，我等一辈子都是孤魂野鬼，受尽折磨。更何况，若非恩公仗义直言，那清河剑派的姑娘怕是早已让我等魂飞魄散。也怪不得苏姑娘，魔道犯下累累血债，许多时候不得不矫枉过正。皇帝老儿一声令下，数十万人为他修行功，死伤大半，不见正道来管。我等被害时不见人救，怎么到报仇时便要我们魂飞魄散？老人家这话问得有道理，回头我也问问苏姑娘。恩公言重了，老夫只是发发牢骚。那位姑娘身份不一般，若让恩公为难，便是老夫不知廉耻了。老人家，那苦叶和尚招了没有？招了，早就招了，只是我等恨他入骨。恩公不问，我们便多用了几次酷刑。老人家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看我这张脸是否有什么不妥？恩公这脸，我这脸怎么了？老人家但说无妨。老夫以前听戏文里唱过，治国营车洛阳道，满城争看美少年，说的正是恩公这般容貌。那师父为何非要我蒙面？罢了，师父已睡下，还是不打扰了。回崔县前，先将法宝法术给练好。苏姑娘倒是细心，早已将自己的法力烙印抹去了。厉害，
不愧是清河剑派的法宝，不过这消耗也太大了，一道剑气便耗去我1/3的凉气。若是临阵驱动，最多也只能斩出3道。好在剑匣能够提前凝聚剑气，如此一来，倒是可以预存7道。法宝算是练好了，接下来便是法术。开口禅虽好，可终究要像那来历不明的佛陀剑法。真佛也就罢了，若是邪物，念了经，立了愿，日后被人拿捏，便是自找麻烦。师父的这些法术太毒，不是害人神魂，便是损人根基。当初能困住苦厄和尚，靠的便是这上面的锁魂之术。既然已有基础，便先练这个锁字诀、定身术。这定身术不只是锁魂那么简单，有意思。不过催现之事要紧，回头再慢慢琢磨。这眼神不对啊！师父说让我蒙脸，看来不是开玩笑。可我这脸究竟怎么了？君爷，小道出来催现，见此处守卫森严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红玉郡主将至，我等正恭迎奉驾，要进城便快些。传信兵一到，城门即刻进行。红玉郡主，崔县是他的封地，他却一直住在深宫，从未亲自来过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难道强征童男童女之事真与朝廷有关？先去茶馆把包袱取回来，正好此次看看老板还记不记得我。只是要验证此事，恐怕就得露脸。师傅，醒醒，我这脸究竟怎么回事？孽徒，为师都快死了，你还不让我睡安徽？师傅，若你一开始说清楚，我也不至于吵醒你。我看着没什么毛病，可旁人看我的眼神很不对。让你蒙面你不听，现在知道麻烦了。师傅，别卖关子了。你刚刚凝练气海，灵气入体，正在发毛洗髓。凡人看不见灵气，可在他们眼中，你这副皮囊便像是在发光。不仅如此，你呼吸吐纳之间也有灵气残留，旁人吸入体内，自然会对你心生好感。若只是寻常容貌，最多添几分仙风道骨，可你这张脸确实有为师当年几分风采，魅惑效果便尤其明显，所以寻常人见了你只会觉得天神下凡，一眼难忘。这不就是自带美颜？不对，还自带魅惑。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？你是纯阳之体，又年轻，体内杂质不多，最多1个月。1个月吗？倒也够了。孽徒，你想干什么？这种东西对付不了苏纯一，凝气境以上修士都不受影响。师傅，我是小魔头，不是小傻子。再说了，苏姑娘与我是君子之交，哪里用得着这种手段？那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崔县是红玉郡主的封地，苏姑娘查到强征童男童女的命令来自朝廷，如今她刚好要来崔县，你说此事与她无关，我是不信的。你这小魔头想使美男计？朝廷的事错综复杂，找县令未必好使。既然红玉郡主要来，便没必要舍近求远。只是想见她，还得先有名气。眼下该去验证一下自己这小神仙的名头是否已经传遍崔县。茶馆出了什么事？你是县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慢慢说。县长恕罪，你留在这里的包袱被人抢走了，茶馆也被封了。掌柜为了护我，被他们打成重伤，大夫说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谁做的？一伙外来的恶客，有10几人。他们听我说县长与那位仙子绒毛绝世，便骂我吹牛。我与他们争了几句，他们就砸了店，打断了我的腿，还抢走了县长的包袱。报官了吗？报了，可衙门说县太爷事务繁忙，让我们回去等着。我听说那些人给衙门送了不少银两。小人多嘴，连累了县长，还请县长恕罪，只求县长救救掌柜，所有过错都在我一人。外伤的话，以温水速服1粒，应该能保住性命。你也吃1粒，腿能好得快些。他
们现在在哪儿？他们临走前留了话，若是不服，便去横刀客栈找天字4号房。横刀客栈，最近崔县来了许多江湖人，寻常客栈怕惹麻烦，大多不敢收外来人。那些外来的江湖客，多数都住在横刀客栈，那地方规矩重，进了门便不许动刀动枪。那些人敢把地方留下，想来也是不怕县长去找他们。去救掌柜吧，以后少做这些口实之争。怎么，这又心软了？又要行侠仗义了？心软说不上，只是师傅，若非遇到你，我或许比这伙计更惨。这世间没有因果报应，实在令人不快。你怎么不说他没遇到你便不会挨这顿毒打呢？有这种收钱包庇恶人的县令在，他迟早要挨这顿打，与见没见到我关系不大。你小子不学开口禅，可惜了，不如拜入涅槃宗。他们收徒没条件，杀了他们的人也无妨，念一句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便行。有头发谁要当和尚？我还要娶妻生子的。等你破了纯阳之身再说这话吧。这江湖好像又有点意思。今日来是要扬名的，便稍稍欺负一下凡人吧。左边一推就开，右边却沉若千金，有意思。这是从进门就开始给江湖人分3、6、9等了。这位小道长，是想进这同门又推不开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开门费只要10两哦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公子已经到了啊。姑娘怕是认错人了，你我素未谋面。没错没错，天字4号房对吗？公子与我虽未谋面，我却久仰大名，原以为传言夸大，今日一见才知名不虚传。姑娘也是天字4号房的人？还谈不上，我也是今日才到。听闻公子广招豪杰，欲救那些被掳孩童，我本事不大，也想来凑个热闹。哦，倒忘了自我介绍。本姑娘姓蓝名石，青出于蓝的蓝，他山之石的石。江湖朋友抬举，唤我一声小妙手。瞧，本姑娘这手艺不差吧？这姑娘未免太过热络，3言2语间便透露不少消息。天字4号房里，可若真是为救孩童而来，又怎会随手伤人？姑娘打开这门，不怕我跟你一起进去，坏了这客栈的规矩？混江湖又不仅仅是打打杀杀，也要讲人脉的嘛。何况公子不是早进过同门了吗？蓝姑娘与我初次见面，如何能认得出我？这怎么可能认错？公子这张脸，世上哪找得出第2张？没见你之前，我只当那些传言都是夸大，什么一见公子误终生，哪有这般邪乎？我也见过不少被人吹上天的绝色人物，真见了，不过是皮相好些，气度清高些。可公子不同，方才只看了一眼，我都险些失了神。嘻嘻，幸好我年纪还小，还没到想男人的时候。聊了半天，硬是没说到点子上。公子近来真是风光，听说不少绿林好汉都来投奔，要与公子共商大计。什么裂谷狂鳌、黑山追煞、九指脱皮鬼，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呢。这对吗？这帮人名号一个比一个凶，凑一起说是救孩子，确定不是要造反？照蓝石的说法，那位公子该是个英俊男子，可眼前这些武林人士，男的至多五官端正，倒是女侠们个个不差。莫非那位公子不在此处？福英姐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小石头，这位少侠是谁？福英姐姐，你看这张脸，还需要我介绍吗？自然是江湖第一美男子江时月江大公子。哪个不要脸的下流古色，敢冒充我家公子的名号？他不是裂谷狂傲吗？听闻他最喜欢捏断别人的腿骨。公子，他不是来投奔你的好汉吗？捏断别人的腿骨吗？看来没找错人。是你打断了百叶茶馆那位伙计的腿吗？老子打断的腿不计其数，哪知道你问的是谁？我再问一次，百叶茶馆的掌柜与伙计是谁打伤的？不是说横刀客栈不许动刀枪吗？确实不许动武，小心！
卑鄙小人，胆敢伤我恩公！恩公，将他收入万魂幡，老夫让他再也做不得恶。先不忙动手，让我问个清楚再说。这位朋友有什么仇怨，可以在客栈外解决。横刀客栈的规矩，想必你也清楚。掌柜的，横刀客栈不许动武，他先动手，你没看见？他已被你重伤，算是受罚。可你坏我客栈规矩，又砸了地板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喝醉了也算借口。如今我也喝醉了，掌柜能宽容吗？可以，等你脑袋也塞进地板时，我也能通融。这些年敢在横刀客栈撒野的人不少，可你猜，他们最后都去了哪儿？蓝姑娘，公子且慢，我只是认错人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事到如今，蓝姑娘还在演，倒比我想的敬业。在我进客栈之前，你便已经在等我了，对吧？公子误会了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你？见公子天人之姿，我喜欢还来不及。只要公子愿意，哪怕让我自荐枕席都可以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公子是个正人君子，怕是演不来好色之徒。活了许多年，确实没试过做什么恶事，经验略有不足。不过没关系，学坏不难，只看你是否要逼我去学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公子解开法术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不必，我本就是来找麻烦的。更何况，不正是你把我引到这里来的？公子所言不差，我早就在百叶茶馆外等着，已经等了2天。专门等我？公子当真是仙人吗？略通法术，但算不得真仙。想必公子也知道崔县强征童男童女之事。知道一些，可公子未必知道，那位江公子召集江湖人士，并非为了救人，救人只是幌子。愿意投靠他的恶徒被他收入麾下，真心想救人的侠义之士，则会在宴上被灌醉，连夜交给官府。交给官府？这座客栈表面是江湖客栈，实则早与县爷勾连。我曾潜入县爷大牢，亲耳听见他们谈话，这才知道真相。所以你将我引来，是想让我与他们动手？是，我杀不了江公子，也救不了那些孩子。原本我只是想求公子协助，可我不知道公子与江公子究竟是什么关系。若公子与他是一丘之貉，我开口便是送死，所以我只能先把公子引到这里。不管你们原本是否相识，只要能打起来，我便还有一线机会。只是没想到公子当真是仙人下凡。既然是你故意挑起事端，那便算你欠我的。公子说的对，我欠你的，我一定还，我什么都愿意。真的什么都愿意？愿意，请公子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那你去为我取些东西来。啊，原来是取东西啊！崔县强征童男童女，疑似是朝廷命令，去县衙将所有相关文书给我偷出来，还有县令勾结江湖人士，涉及陷害侠义之事的证据，一个不漏，给我送来。这崔县的县衙比州府还要守卫森严，我怕死就入我万魂幡吧，死了就不怕死了。不，公子饶命，我这就去。怎么不是真心放人啊？我只是觉得这小姑娘不只是个义贼那么简单。何以见得？刚才这小姑娘所言，我没听出有什么破绽啊。我也没听出破绽，只是初到陌生之地遇见的第一人，多半不简单。这算什么证据？听着像疯子臆想。就当我多疑吧。哎，若我修为再高些，直接搜魂便是。想什么呢？通玄境搜魂都难，神魂脆弱，稍一挣扎便会脊背崩溃。是啊，所以才麻烦。既知他有隐瞒，为何放他？收入万魂幡几日，不信他不招。若他真是个义贼，回头苏姑娘回来，咱们要怎么解释？师傅，你想求清河剑牌救命，可就难喽。唉，终究是为师连累你了。师傅，你知道就好。等等，你小子不会是坑我吧？师傅，你猜。有种，给老子一个痛快！
皱一下眉头，算老子是孬种。你这欺压良善的东西，还挺有荣誉感。世道本就弱肉强食，狼食肉，犬啃骨，弱者只能各安天命。又是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。野兽相争，是为果腹求生，尔等衣食无忧，却仍欺凌弱小，不过是借强弱之名行暴虐之事。你们那个江公子在哪儿？强征童男童女之事，是否与他有关？让我出骂公子，你想都别想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。本来还想先学定身咒，非要逼我先学刑讯逼供。让我看看，如此自班，哦，还挺难的。画地为牢，折木成家，以尔罪孽，不得超生。不好，遇到同行了。师傅，这魅惑之术怎么解的来着？这魅惑之术似乎是残篇，受术之人至少要损耗30年寿命。师傅，我问的是破解之法。我说了，这魅术是残篇，所以我也解不了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原来如此，所谓江湖第一美男子江时月，不过是披着善名的魔修，以魅术操控恶徒，对外称是感化，暗地里却纵其继续作恶。怪不得苏姑娘查不到他，原来他之前竟根本不在此地。如今魔头已经现身，你待如何？等那苏纯一回来，借他的剑斩了这个魔头。稳妥起见，确该等苏姑娘回来再处置。可如今已打草惊蛇，那江公子很快便会知道傀儡被杀，我不找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你这小子又有什么歪主意？师傅，阵法用处极大，修行界以弱胜强，多半靠的便是提前布阵。听说当年河道魔尊也曾被低2个境界的修士以阵法斩杀。确有其事，但厉害阵法既需时间，又耗天材地宝。你从哪儿找这些东西？又想布什么阵？苦厄和尚神魂虽弱，却也是通玄境，若引爆全身精血，能炸死通玄？不可能，他如今神魂残缺，连肉身都没了，拿什么引爆？哼，最多像个闷屁，崩人一脸罢了。缺了肉身，咱们给他找一个便是。你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准备。先把剩下的残魂收入万魂幡，以免告状。清河剑派外门陈烨于此诛恶，欲报仇者，7日后黄昏，城南百里孤峰相见。这玉牌可是真货，你就用来骗人？做戏做全套，不然怎么骗得过魔头？你这杀人炼魂又准备炼尸，全是魔门手段，不怕你的苏姑娘知道了直接砍你脑袋？师傅，我有自己的行事准则，罪大恶极者死不足惜，杀了便杀了。如今是苏姑娘有求于我，何必低眉顺手？吃软饭能吃得这么硬，真是个不要脸的小魔头。师妹，你整日板着一张脸，这脸色是给谁看的？师兄若看不惯，尽可去找师父告状。何况师兄有飞遁之术，本不必委屈自己坐马车。师妹，你自幼锦衣玉食，哪知旁人辛苦？能坐马车，何必费力飞遁？你也不必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不久之前，你不过是个用来夺舍的皮囊儿，养你10几年，为你花费这么多心思，不过是等着宰杀的那天，跟养一头猪没什么区别。真以为师父松口收你为徒，你便能与我平起平坐了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要被师父吞了神魂，落个魂飞魄散。师兄这般说，是盼着师父晋升失败，好夺舍了我吗？少挑拨离间，等师父晋升成功，你便没了用处。收集童男童女这点事都办得纰漏百出，到头来还不是要我收拾？等此事了结，我自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哼！郡主，我回来啦！事情办得如何？崔县之事闹得这么大，终于引来修行者了。那个小神仙不是招摇撞骗，是真有本事，我差点都被他抓了去。可有受伤？没有，我机灵着呢。不过那人当真厉害，很快就发现我是故意引他与江时月的人闹起来。清河剑派总算来了。郡主，
我看那小哥年纪也不大，真能对付那些魔头吗？不知道，但总不能坐以待毙。郡主，他在横刀客栈留了口信，说7日后要与姜时月决斗，我们怎么办？他既未留下传信之法，为何要你去偷县衙文书？得手之后，又该如何交与他？还有，他为何偏偏约在7日之后？你回客栈时，可见到那些被他伤了的武林人士？没有，一个都没见着，连尸体也没有。会不会是被他生擒了？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个清河剑派的修士，恐怕也是个杀人炼尸的魔头。郡主，不是都说清河剑派是名门正派吗？可我看那位小哥不像魔头啊。善恶哪里能从外貌看出来？你看姜时月，难道生得不好看吗？差远了，那位小哥比姜时月好看10倍，不，100倍。姜时月那厮虽非善类，可改换容貌后，也称得上难得的美男子，比他还好看10倍100倍。糟了，小石头怕不是被魅惑了。我命令你，找到那个躲起来的魔头，杀了他。我尽力。小石头，以后遇到修行者，千万不能鲁莽，保存自身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郡主刚才不是命我去杀他吗？傻丫头，我逗你的，你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修行人若真想藏，凡人岂能找得到？若他真是魔头，那风战书必定有诈。只是为何要误挡姜时月？是想逃，还是想设陷阱？魔头绝不会无力而战，他图的究竟是什么？郡主放心，我定不负所托，保全自身为先。此事只是我的猜测，成败看天意。你若真寻到了，留下书信即可，不必独自见他。请郡主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不急，那人既约了7日，便是有意拖延。你现在去，反倒可能扑空。今晚先歇息。那今晚还像小时候那样？小石头，千万记住，保存自身才是第一。不要冒险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时日无多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替我们活下去。这个清河剑不会的魔头怎么来了？他究竟想要什么？深夜打扰，是我失礼了。不过崔县之事，还需郡主为我解惑。不知道长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一切。你究竟是谁？宫中郡主为何会与修行人扯上关系？崔县强征童男童女，是否出自你令？又是为谁搜集这些孩子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先告诉我，你对小石头做了什么？他绝不会出卖我，你怎知他是我的人？放心，我没对他动手脚。原以为他是郡主假扮，如今看来，是我想多了。郡主，快天亮了，既然我已为你解惑，你也该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不错，是我伪造朝廷文书，令崔县征集3000童男童女，有人要以他们献祭，布下英灵洗魂法阵。英灵洗魂法阵？我拜天武老人为师，他修炼魔功，需3000人做祭品。我恰有崔县封地，便替他征集童男童女。郡主，无需如此，我来得更早些，听见了你与蓝石姑娘的谈话。清河剑派是你故意引来的，你并非心甘情愿替那魔头做事。事已至此，不妨坦白些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你说的像是要救我一样，你不也是魔头吗？魔道中人自私自利，那些孩子的生死，我的生死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这些软话，不过是想知道法阵的秘密。魔头都是如此，贪婪、自私、残忍，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搜魂。符文有些不同，但大差不差。郡主，原来你也是邪咒灵童。我若杀了你，天武老人恐怕立刻会心生感应。你是想让我跟那魔头两败俱伤吧？等等，不对，蓝姑娘怎么也是邪咒灵童？郡主，怎么了？郡主，方才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只为救蓝石姑娘，你贵为千金，却宁肯舍命相护，看来你确有苦衷。我知你信不过我，可你既连死都不怕，又何妨赌一次，信我一回？蓝姑娘，你应该知道，
我若要杀人，不必如此麻烦。你若想让郡主活下来，便劝一劝他。我真心想救你，不仅是那3000无辜孩童，还有你们主仆2人。郡主，要不我们就试试，反正我们也反抗不了。你究竟想知道什么？其实你与蓝姑娘不是主仆，而是血亲姐妹里。不错，蓝石是我的妹妹，是我所有弟妹里最小的一个，也是唯一活下来的。从我记事起，那老魔准备了许多夺舍用的皮囊，他几乎每年都会带来1、2个弟弟妹妹。我能感觉到，他们与我血脉相连，可他逼我亲手为他们画上符文，将他们变成跟我一样的傀儡，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这种仪式。这么多年，只有蓝石活了下来，其他人都死在我的手上。所以你故意引来清河剑派，又把强征童男童女之事闹大，是盼有正道修士救你脱身。确实如此，可惜只引来了道长。你其实并非清河剑派修士，也只是假冒正道，对吗？猜得不错，我确实并非正道修士，不过我还真认识清河剑派的修士，或许可以帮你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，只是他尚需数日方能归里来。在此之前，还请郡主将那魔头的情报尽数告知，好让我早做准备。他如今是何修为？我对修行所知不多，他早已是通玄境，这次是想借英灵洗魂法阵，让神魂蜕变，突破化神。还只是通玄吗？苏姑娘也是通玄境，只要拖到她回来，事情便简单了。你能确认天武老人何时出关吗？不知，那魔头平日神出鬼没，我既不知他何时归来，也不知他在何处闭关。他只命我征集童男童女，待事成之后，江时月自会通知他。又是这位江大公子，他是什么境界？气海境。道长要对付江时月。江时月无足轻重，而且杀了他，恐怕会惊动天武老人。郡主，我虽受托来救那些童男童女，但眼下孩子们尚无性命之忧。倒是你与蓝姑娘身中邪咒，若不及时解开，只怕随时有性命之危。若道长真能救我姐妹脱离苦海，我愿意。可别乱说，不求你给我什么回报，别传出去毁我清誉。袭恩忘报这种事若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在苏姑娘面前抬起头来？好不容易抱满的大腿，可不能现在就松手。难道真是自己误会了？这人真是好人吗？得罪。两位姑娘见谅，想解除恶咒，郡主府办不到，时间紧迫，我带两位走，能省些功夫。小石头，你平日也是这样飞檐走壁的？倒也差不多，只是他轻功比我厉害多了，背着2个人还能这么快。傻丫头，多半是某种法术，修行之人果然不是凡人能比。郡主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？这位道长看着不难说话，若拜他为师，若这位道长真是好人，若他真能解开那夺舍恶咒，那或许……到了。郡主，这声音我听过。先前只顾着赶时间，将万魂幡和尸骸留在此处布阵炼体，倒是忘了这场面给旁人看见，实在不像救人。你带这2小妞来作甚？虚肉早够了，再添也难堪大用。不要吃我！道长，这便是你说的救人之法。师父，你就别吓唬小姑娘了。这2位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让你蒙面你不听，惹下这么多风流债，等那苏姑娘看见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师父，你能不能别胡乱猜想？罢了，你忙你的，这边我自己处理。这场面的确容易误会，2位若不愿信我，现在便可离去。若还愿意一试，就随我来，我会替你们解开身上的恶咒。若他真心生歹意，也不用如此麻烦。郡主，你说对吗？既如此，便劳烦道长。我先简单说一下，你们身上的恶咒并非无解。我会取2位鲜血，让师父帮忙捏造2个替身，或许能将恶咒转移。不过替身血脉不纯，我没有10成把握，也可能惊动那老魔头。2位可再考虑几日。今日我先替你们修改身上的恶咒，等替身做好再行转移。郡主，你先请。小石头，
你去把风，免得有人打扰。按照道长方才所言，若是真正血脉相连的姐妹，成功可能便越大。郡主请勿多想，即使你们真有亲兄妹，我也不可能用旁人性命来冒险，非我所愿。不，我想问的是，能否将小石头身上的恶咒转移到我身上？如此是否更有把握？啊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样一来，郡主你可就……无妨，我受那老魔头操控，犯过不少恶行，早已不想苟活。小石头无辜，请道长别让他知道。郡主若真要牺牲自己，我倒还有一法。道长请讲，只要能救小石头，我都愿意。那是我的法宝。若郡主愿意入我万魂幡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弟子苏纯一拜见掌门。免了，免了。苏丫头，我记得这是你第一次出门历练，5代弟子里你天赋最好，修到通玄境才下山的也是头一个。多谢掌门夸奖。不算夸奖，你确实天赋出众，只是没想到你这命也不错。出门之前，你师父替你算过一卦吧？卦象似乎不算太好。回禀掌门，师父说我此行福祸相依，需谨慎行事。弟子这几日虽遇不少难题，却也亦有所得，应不负师门所托。对对对，福祸相依，问题就在这儿。你的福已经到了，祸也就不远了。请掌门指点。你带回来的秘术来头可不小，连我那远在青关山的老朋友都惊动了。你若愿意将这门秘术送给焚香门，他们愿意送你一朵喜魂花。掌门，这门秘术非我所有，那人只是为了救人，才无偿送给清河剑派。如此高风亮节之人，弟子无权替他做决定。想好了，喜魂花可不是一般的好东西。你如今已是通玄，下一步便是化神。晋升化神最稳妥的法子只有2种，而喜魂花便是其中最好的选择。掌门，为何焚香门对这秘术志在必得？大概是与天书有关，许是觉得你这篇秘术属于天书的一部分。天书？请问掌门，何谓天书？哦，那是世人都快忘了的上古传说，你们这些小辈应该没听过。传闻这凡间乃是上古真仙所造，阴阳五行、风水术数都是人为书写，这些规则便写在天书之中。天书包罗万象，得知可掌控天地灵气。差不多便是这种说法。掌门觉得这是假的？未必是假，我确实见过所谓天书，虽然只是片言只语，但确实直指天地本质。但要说得了天书便掌控天地，那多半是谣传。你也学过加减乘除，学过文字笔画，可要说懂了笔画与加减乘除便能掌控天下，这话你信吗？好了，交易与否你自己把握。我清河剑派的弟子想要突破化神，也未必需要焚香门的喜魂花。不过我对这秘术的来历倒有些兴趣，不妨与我说说。你说与他相识时，他不过启灵境。不错，他突破境界用的玄机录还是弟子送他的。看起来年纪很小，即使是长相显得年轻，弟子也肯定他不超过20岁。修行的天才我见过，1年等于别人100年也不是没有，但人情练达的天才我还真没见过。人心何等复杂，一个不到20的少年有这份本事，就他给人算命的手段，给你念的那些口诀，我活了这么多年都未曾听过如此精准的总结。这个叫陈烨的小子多半有所隐瞒，但他确实行事正派，是侠义之士。小丫头莫要心急，我说他有所隐瞒，并非说他心怀歹意。旁门散修过得艰难，当然要对别人藏一手。他为了救助一个陌生孩童，将天书秘术都送了出来，确实称得上义士。这份人情，我们清河剑宗总要有所回报才是。光是一个剑侠可不够。这样，你去问问他想要什么，库中所存的法宝随他挑选一件。
还有焚香门既然愿意用洗魂花来换他的秘术，这事我们也做个顺水人情，愿不愿意换让他自己决定。既然是他的东西，我们也不好替他拒绝。多谢掌门。多谢什么？又不是赏你的。那邪咒灵童，我会命人尽量救治，能不能活便看其造化。至于你，去多领几张灵符护身。如今福气有了，祸患就不远了。除魔未到，诸多艰险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弟子谨记，多谢掌门。老陆，你看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自己找人换去。那姓陈的小子既然将秘术送你们清河剑派，肯定不介意你们送人，非要绕这一大圈，你诚心为难我是吧？堂堂焚香门掌门抢小辈的东西，像什么话？我早说了，天书不重要，你这死脑筋不听，非要换就自己去。你又何曾听过我的话？你看看你都衰老成什么模样了，还有多少寿元能与天道抗衡？让你飞升，你偏不听，真想死在这里。你说这仙界是什么模样？我又没去过，怎么知道？你飞升不就知道了？那些前辈们飞升了，怎么都不回来了呢？莫急，我也不会真死在这里，等到最后一日，我会飞升的。你还能撑多久？没多少时日了。既然飞升一去无回，我想再多看这世间几眼。哼，那你就早些过去，在仙界等我。既然你不帮我，那我自己派人去找那姓陈的小子。你总不会阻止吧？要去便去，你们焚香门的事与我何干？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你们焚香门的后辈弟子傲气得很，别弄巧成拙。我可不想在飞升之前看到你们焚香门变成旁门左道。门规越是森严，门人弟子便越少，传承越发艰难。门规若是放松，又容易堕落成魔。我没你这么洒脱。清河剑派是你创立的，焚香门却是我继承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门派断了传承。不说了，你有你的难处，但老陆，你要明白，我清河剑派的剑只论对错，不讲情面。他日你若入魔，我也不会手软。虽说我已有8、9成把握，但终究还是有风险。一旦开始解咒，依旧有可能惊动那天武老人，到时候你马上就有性命之危。郡主当真是丝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啊！我这一生活着本无意义，若不是小石头活了下来，我早几年便自我了断了。想来那魔头也看出来了，所以故意留下小石头的性命。何必如此悲观？你之前受恶人所控，身不由己而已。我害了自己的弟妹，又为逃命，连累宫中许多人。若非贪生，我何至于连累那些无辜稚子？既无宁死之节，又何来无愧之心？我此生虽短，但至少让小石头活得快活。所有罪孽都在我身，等我死了，他便可以替我与其他兄弟姐妹活下去。看来从一开始，他就没准备活下去。那老魔头压根没想放过他们，纵只能夺舍一人，也要将这对姐妹一并除去。动手吧。那老魔头压根没想放过他们，纵只能夺舍一人，也要将这对姐妹一并除去。动手吧。何方小辈敢坏我好事，我必将你抽筋扒皮！明明说好，燃血咒不到最后关头不要动用。用这一击剑符，竟还能愈合？试试这个，通玄境燃魂自爆。死！与我
我同死！入我万魂幡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多谢道长垂怜，不过我该去陪其他兄弟姐妹了。孽徒，你要消沉到何时？师父无需担忧，我只是略有感慨。你感触个屁！才认识几天的小姑娘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世上比她惨的大有人在，她自己不想活了，谁也救不了。师父误会了，既然他一心寻死，我自然不会责怪自己。当真？那你发什么呆？我只是在想，日后若有人也是满身罪孽，却不想死，那该当如何？当无事发生，还是让他了断因果？孽徒，你在映射为师。师父确实犯下不少罪孽，但天下负罪之人，难道皆该一死了之？饿殍争食，胜者得生，便算杀人吗？郡主自幼受魔头所制，为求活命才染上人命，便真是罪大恶极吗？师父当年不也是满门被屠，才为求生堕入魔道？弟子当初若非怕师父杀我练功，也不会拜入魔门。幸来师父未逼我杀人，我才能坦然面对苏姑娘。可若我当真为活命杀了无辜，难道此生便只会以死谢罪？这道理，弟子不能认。你这孽徒究竟在说什么？求生乃是本能，但求生不能作为残害无辜的借口，总要有一种方法来衡量对错，也总该有一种办法让满身罪孽之人赎罪。关你屁事！气海境的小修士，蝼蚁中的蝼蚁，这是你该想的问题吗？师父，少年人心比天高，本是常理。便是日后蹉跎百年，锐气尽失，如今又何妨一想？若不敢立此宏愿，何谈志在长生？我所求不止长生，还要为天地定一道法度，令凡人与修士皆循此道。狂妄无知！还有，你这孽徒又在欺师灭祖，你以为我听不出来？师父，东西收拾好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在等你的苏姑娘？她自会寻来，我等不等又有何妨？红玉郡主与那魔头已同归于尽，可尚有个小魔头逍遥在外，旁人皆死，凭什么独他苟活？我心情不好，要除恶务尽。听闻清河剑派弟子常年历练，苏师妹想必已经斩过不少魔头。师兄误会了，我也是初次历练。要说除魔卫道，我倒是遇到过一个魔头，可惜让他逃了，还险些雷及旁人。师妹不必自责，魔头狡诈，失手也寻常。我当年刚入钢煞，也曾遇上9重钢煞的老魔，仗着师门法宝才与他缠斗半日。后来他弟子来援，我看出老魔护短，便专攻那小魔头，趁其乱了方寸，将二人一并收入五仙炉，炼成飞灰。师兄可曾查明这两魔头究竟犯下何等恶事？这还用查？持万魂幡者多半杀人炼魂，满身孽债，见了打杀便是。师妹若忌惮此物，我倒可教你几门隐遁法术。苏师妹，听说那位散修陈烨避过气海境，他是如何得到天书秘术的？他杀了一个通玄境魔头。气海境杀通玄境？苏师妹，你初次历练，或许不清楚旁门散修的品性，他们为了攀附名门，什么谎话都敢编。魏师兄，催线路远，还是提些速度吧。师妹说的有理。他的剑光怎会这么快？坏了，这下不仅人跟丢了，崔线在哪也不知。满城告诉，难道那些孩子已经……不对，人人却暗带带笑，这到底是办丧还是在庆贺？苏姑娘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比上次的茶好。这次是真茶，不是夜沫子。童男童女之事已经解决了，多数孩童已送还家中，余下的我也让小石头追查安置了。这本是我该解决的事，最后却只是旁观，多谢两位相助。天武老人暗中操控朝廷，借童男童女行夺舍之术。红玉郡主虽难辞其咎，可最后与那魔头同归于尽，也算偿了自己的罪。所以这全城告诉是因为郡主之死？不是，郡主尸身都没留下，外人只当她失踪。崔县带笑是因为我杀了县令，那狗官强征孩童，害死不少人，我杀了他，又顺手清理了一批铸造为灭的官吏和地痞。可惜江时月没找到，不知是跑了还是藏了起来。县令家人嚣张惯了，逼全城百姓为他带笑，
可崔县百姓听说他死了，几乎人人都想大笑三声，于是便有了这副家家带笑、人人带笑的怪景。若我早些察觉，或许能救下郡主，也不必让先生冒险。苏姑娘，魔头作恶，何必怪到自己身上？郡主一心求死，神仙难救。至于我，也不是你的后辈孩童，而是修行之人。你我平辈论交，生死自担。先生说的有理，可师父教我，修行者当为天下苦难人鸣不平。既然是我托先生查案，你的安危自然与我有关。苏姑娘，清河剑派心怀天下，我自然敬佩，也无意质疑贵团门规。只是行侠仗义，也该先明前因。我本可抽身，是我自己选择冒险对付那夺舍魔头，前因在我，与你无关。真出了事，也只能怪我鲁莽，怪不到你头上。多谢先生解惑，此番历练能遇先生，是我之幸。崔县之事已了，先生往后有何打算？我一介散修，气海已成，下一步自然是壮大气海，准备踏入钢煞境。先生若有意，我可举荐你入清河剑派。掌门一赞赏先生，还命我转告先生所传秘术事关重大，清河剑派愿以法宝相谢。贵派掌门也听说我了，我这点底子骗骗苏姑娘尚可，真见了清河掌门，怕不是一眼就被看穿。苏姑娘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可我志在长生，未必守得住清河门规。不过分别之前，我还想求苏姑娘一件事。先生请讲。江时月那个小魔头跑了，此人作恶多端，若不除掉，崔县之事就不算真正了结。我想请你帮我找到他。先生所言有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先生孤身犯险了。蓝姑娘，此事该有个了断了。若你有意，便随我们一同前去。等解决了江时月，也算为你报了仇。到时候你便可以无牵无挂，去过自己的日子。小姑娘，你若是无处可去，我可以为你寻一处落脚之地。清河剑派附近有不少富庶安宁的城镇，想要好好过活，并非难事。我知道，凡夫俗子靠脚走路，跟不上会飞的仙人。只是我无处可去，我不想孤独一人。道长，你能教我修行吗？我很能吃苦，我保证不会拖后腿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要修行，却跟我一个散修学。苏姑娘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但凡你能拜在清河剑派门下，那便是一步登天了。我能跟你学吗？姑娘若只是为了追随他而修行，不出1年，你仍旧会跟不上，终究会成为累赘。怎会？我练功从不偷懒。因为你追随的是气海境便能斩杀通玄魔头的人，这等本事，连我清河剑派掌门当年也未曾有过。运气而已，我提前做了些准备。先生无需自谦，你只是修行尚浅。论阴阳五行，你造诣更深，能以气海境斩杀2名通玄魔头，已是无人可及的天赋。我知道你心中还有不服，既如此，便让你亲眼看看先生的手段。我们这就去找那躲起来的魔头，将崔县之事彻底解决。先生稍等，我这就将那魔头找出来。苏姑娘以剑气为阵，推算魔头行踪，这究竟是什么原理？具体如何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此术出自无量剑壁，借因果寻人。我曾在受害者尸骸上结阵，便能指向凶手所在。如今在崔县之上结阵，再借先生和蓝姑娘身上的因果，便能寻到那藏起来的魔头。这是将卜算之法融入剑术，厉害之处不止在卜算，更在于能让弟子习剑之时，自然而然掌握寻因问果之法。贵派掌门不愧是天下第一。咦，这魔头怎么还敢留在崔县？大概是觉得最危险便是最安全之处。我们这是等什么？仔细看先生的手段。活树无声息，尘埃不流转。这里不像客栈，倒像一幅画，原来是幻术。这便是仙人手段。魅惑之术，魔头就是魔头，草菅人命，只当等闲。本宫杀不杀？你为何咄咄逼人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都是同道中人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。
华夏道了，什么都可以商量。谁跟你这魔头是同道中人？你敢说你不是魔门中人？难道你真以为假冒清河剑派弟子，便没人知道？这位就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你不服，可以问问他的意见。你当我傻？当着清河剑派弟子的面用万魂幡和迷魂香，他若是清河剑派的，我将名字倒过来写。速速投降，入我万魂幡，好好忏悔你的罪孽。怎么会？不过一丈护风符，一口剑匣，不行，撑不住了。早就猜到你会跑。饶命！我投降！饶命！我还有藏起来的法宝丹药，我可以。真是傻子，收入万魂幡之后，宝藏还不是要吐出来？只是这么直接将他收入万魂幡，苏姑娘只怕会心生不满。这魔头看着年轻，但眉间玉洁，灵光晦暗，一看就知道是用丹药维持容貌，实际上已经快到受尽之时了。气海境一般能活200多岁，而先生今年还不到20，但这魔头在先生手中撑不过3招。你觉得你真能跟得上先生修行的脚步吗？随我去清河吧，你若是寻得修行的意义，将来总有一日能再见。仙女姐姐，我随你去清河。蓝石的问题已了，余下的便是清理残局。满地隐患不除，难免酿疫。那些受魅惑之人，术法未消，也仍是隐患。既然这样，正好借此试试地藏本愿经的秘术。你小子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扔下这群傻子，自生自灭便是了。就算真要破解魅惑之术，你让那苏纯一出手，不是更方便？苏姑娘既在身旁，我便想试试地藏本愿经里的秘术，居、所问、行4术相辅相成，单靠临阵施法难见全貌，须得提前布阵。这座旧客栈9色财气俱全，又多年藏污纳垢，贪欲、怨念、仇恨早已沉入灵气，正是布阵的绝佳之地。如可知罪。问心无愧，何罪之有？原来如此，这阵法不是先审旁人，而是先审布阵之人。若自己当真罪孽深重，刚才那一勾出的就不只是几缕愧意了。骗人容易，骗自己就难了。即使说着问心无愧，可终究还是对苏姑娘隐瞒了自己的出身。这铁钩虽能触及神魂，却不损神魂，反倒像是在给人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大胆魔头，竟然敢在闹市伤人！我焚香门魏长生今日要替天行道。正道5大门派之一的焚香门，果然是擅长炼丹，连法宝都是丹炉。不能躲，护风符未必能灭火。就这，反火。是我把大派弟子想得太强了，还是苏姑娘太厉害了？逃得倒快，不过初入气海，也敢在我面前逞凶。果然只是反火。既然这样，那该我了。
区区铁钩，怎么可能？我以钢煞淬体，寻常刀剑连皮肉都破不开。像是冲位了吧？还真够坚固，连划痕都没有。铁钩锁链安罪孽伤人，他一个正道弟子，怎痛得像要魂缠魄散？谁才是魔头？莫非是冒充的？上去将他扒了。恩公，你这神通好吓人，我身子发软，动不了。没想到这秘术还会震慑怨灵。道友莫怪，我只是为了自保。该死的魔头，我必杀你！你要做什么？你敢抢我焚香门的宝贝？道友误会了，谁也不知道修士的储物袋里能掏出什么。我这是自保。木属灵气充盈，怕是能唤出木刺贯穿我身。我暂时替你保管。胡言乱语，这是防身。阴沉木的好东西，不对，好危险的法宝。火祭布加天蚕丝，水火不侵，也有可能把人裹住，一时三刻化为脓水，此物也危险。你敢？道友莫怪，我也是为了安全。你我初次见面，谨慎些总没坏处。道友切莫误会，我只是保证自身安全而已。看来道友对我误会很深啊！住手！我就剩一件了，这真不是法宝，就是绸缎而已。你不如给我个痛快！修士修的不就是长生吗？怎么还能把面子看得比命重？清河剑派，一定是苏师妹来了，有她在，我就有救了。今日之辱，必让这小魔百倍奉还。先生可有受伤？这位说自己是焚香门弟子，不知苏姑娘是否认识？这是焚香门魏长生，魏师兄。魏长生，韦长生，这名字还修什么仙？原来真是魏兄。魏兄一表人才，一看便出身不算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苏师妹，此人可是魔头，你为何与他如此亲近？请魏师兄慎言，先生乃我至交好友，他只是旁门散修，并非魔头。他手上拿的可是万魂幡，你没看见吗？人心中的成见，果然是一座大山。若手执万魂幡便是魔头，那魏兄如今手执万魂幡，难道也成了魔修？强词夺理，是否强词夺理，魏兄心中有数。魏兄方才被铁钩勾住时，神魂里翻出来的那些旧账，也算我强词夺理吗？既有苏师妹作保，魏某便信这位道友一回。一场误会，还望道友海涵。既是误会，大家都无需放在心上。既如此，道友是否能将我的东西还我？自然。我的玄玉龙纹佩，我的保生丹，我的灵符，卑鄙小人！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分赃时候到了，苏姑娘，这东西你应该用得上。先生是何时取下这些法宝的？散修嘛，总要懂些奇门杂术。这怕是不太好吧？无妨，算我送你的。那魏长生见面便下毒手，要不是我有些手段，早已死在他炉火之下。他毫不顾忌，我自然也不能轻易放过他。我险些忘了告诉先生，魏长生此来是代表焚香门求传秘术的。秘术？你是说地藏本愿经？正是，此术对焚香门极为重要。若先生开口，这些法宝丹药都不算什么，往后修行所需丹药，焚香门恐怕都愿意奉上。我已经将此术送给苏姑娘了，你自行处置便是。先生赠我是先生大度，可机缘毕竟源于先生。焚香门若想求术，理应先问先生。不愧是清河剑派，佩服。不过焚香门为何如此在意地藏本愿经？名门大派秘术众多，总不至于缺这一门。焚香门认为这有可能是天书秘术之一，他们一直想集齐全部天书秘术，因此格外重视。天书秘术，师父从未提过这个，看来又是乡下散修的盲点。焚香门啊焚香门，既然是你们先动手，那就怪不得我狠狠割一刀了。苏姑娘，我看那位魏兄似乎还怀恨在心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们这就去找他。也不知那焚香门一共收集了多少种天书秘术，
苏姑娘，可否请教一二？据传焚香门以及其10余门天书秘术，门下所学博杂，其中以太上丹经最负盛名，炼丹术天下第一。太上丹经，苏姑娘可知这经书的内容？哪怕只是只言片语。太上丹经是焚香门立派根基，传承极密，门中弟子尚少有人得，外人更无从知晓。除了这太上丹经，焚香门还有哪些天书？我所知有限，只听过灵虚真术、八门遁甲、鲁班书。焚香门弟子除修行外，还需兼学3门杂学，多半便出自医术、阵法、机关符咒这些门类。至于其他秘术，外人也只是猜测。飞了许久，竟然都没追上那逃跑的魏长生。苏姑娘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魏长生不应该跑得太远，除非他故意躲起来，否则我们早应该追上了。能否用那占卜剑术来找到他？小心！万魂幡果然好用，难怪魔修人惹一战，此宝攻守皆可，妙用全凭心意。别大意，你们招惹到大麻烦了。师傅，刚才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知缘由，但见过类似情况。卜算之法若牵扯修为远高于自己，哪怕沾上一丝因果，便会遭反噬。刚才那道剑光爆开，便是反噬。反噬？苏姑娘已是通玄境，魏长生不过刚煞，莫非他身边有高人，才引得卜算反噬？我也不知详情，你最好立刻丢下他逃命。修士最忌被人卜算，对方多半已有感应，随时可能找来。苏纯一尚无还手之力，你若撞上，必死无疑。师傅，你让我扔下苏姑娘逃命？不然呢？他是清河剑派弟子，或许还能活。你不过蝼蚁，对方随手可杀。扔下他，你尚有一线生机，还能去清河剑派报信求援。孽徒，如今真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，你的小聪明没有任何意义，你也该为我想想啊！师傅，请恕徒儿不孝。藩内诸位，请护我师傅周全，有多远逃多远。孽徒！道爷，我们要追上去吗？追个屁！追上去一起死吗？还不快跑！那我们往哪跑？往南，去清河，哪怕只有万一机会，去搬救兵。不管受了什么伤，对修士来说，灵气才是根本。只要还能继续吸纳灵气，应该就能好转。苏姑娘，你感觉如何？剑气反噬，伤了经脉气海，不过并无性命之忧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再御剑飞行了。抱歉，连累你了。苏姑娘，你都听到了。方才我只是灵气无法运转，并非完全昏迷。令师与你所说，我都听得见。瞒了许久，终究是纸包不住火。苏姑娘莫怪，我师父被我炼入万魂幡中了。不过当时是他求着进去的，可不是我欺师灭宗。先生此时还有心情说笑，我何时怀疑过先生？既然苏姑娘也听了我师父的话，那不知姑娘可有联络清河剑盘的办法？飞界传书，还不如我自己御剑飞行更快，而且这法术需要大量灵气支撑。我如今是用不得这个法术。那我们还是快走吧。虽不知那所谓的高人什么时候找上门来，但此地绝不可久留。先生为何不听令师所言，将我留在此处，确实是最好的办法。我是清河剑派弟子，一般修士也不敢对我如何。你太小瞧魔头的狠辣了。即便真有性命之危，先生留在此处也只会受我连累。司门早言此行必有凶险，掌门亦叮嘱我福祸相依。催现之事既已圆满，这货量也该到了。苏姑娘，方才剑气反噬，你尚且护我在身后，我又怎能抛下你？我此生唯一愧事，便是瞒了你师父之事。如今我问心无愧，道心澄净，若弃你而逃，岂非自生心魔？我需要3日时间，才能恢复灵气运转。先生认为，我们如今应当如何应对？也不知惹上的高人是谁。魏长生，既是卜算魏长生才招来反噬，
要么是焚香门前辈，那以苏姑娘身份尚可保命；要么便是厉害魔头，那魏长生多半已遭不测。名门弟子若是身印，师门长辈应会有所感应吧？既然如此，焚香门或许已经知道魏长生死因，必定会派出门派高人前来调查。苏姑娘，我们去焚香门，或许路上就能获得救援。施主，跟贫僧念一句阿弥陀佛。我魏长生竟也有今日，若非那个小魔头，我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天书秘术还没到手，怎能就这么回去？可如今都闹成这样了，还怎么换？哼，就算他肯换，怕也要狮子大开口。罢了，先歇一歇，再想对策。施主，贫僧问个路。当今佛门不过涅槃宗与慈心寺两支，这和尚乱发乌袍，既不像涅槃宗，也不像慈心寺，哼，多半是个撞了仙缘的假和尚，好狗不挡道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本想问路，施主却恶语伤人，一看便知需要管教。今日正好渡你入正途，也算一桩功德。哼，邪门歪道，竟敢在我焚香门面前撒野，我看你是不知死活。这五仙炉便送你归西。好厉害的法宝，当真是狠辣无情。这不可能！施主满身戾气，行事乖张跋扈，不如跟贫僧念经，好降服心中之魔。我是焚香门弟子，你敢杀我，必将身受万劫而死。阿弥陀佛，佛眼之下众生平等，焚香门弟子也好，路边野狗也罢，贫僧皆一视同仁。来，施主跟我一起念阿弥陀佛，愿众生离苦，皆得安乐。这和尚既不敢动我，必定还是忌惮焚香门。待师门长辈赶到，定要将他千刀万剐。清河剑法，这崔县何德何能，惹来这么多名门正派的弟子？那是我苏师妹，清河剑派与焚香门乃世交，她定是来寻我的。你若不放我，便是同时得罪两派。清河剑派那位掌门确实是不好惹啊，不过贫僧又不是招惹清河剑派，贫僧这是日行一善，为你消灾解厄呢。快随贫僧念经，等你念完了，我还有话要问你。焚香门弟子宁死不屈，你要问便问，我绝不念你的魔经。你这滑头，难道不是该说要杀便杀吗？我念，我这就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才对嘛！贫僧日行一善，你好好接着便是。贫僧问你，你何时到此？可曾见过一个法号苦厄的和尚？没有，我刚到此地，还没到一天，不曾见过什么和尚。竟然算到贫僧的头上，看来那清河剑派的弟子还真是来找你的。你说你刚来崔县，但我却听闻崔县与清河剑派有些纠葛，已经持续了不少时日。不知道，我真的只是刚到崔县，从未见过什么苦厄和尚。对了，崔县之事是有人冒充清河剑派，掳走童男童女。苏纯一奉命查探，已来过数次。若苦厄和尚真在此地，他定然见过。唉，若是真让他碰上清河剑派的弟子，估计已经丢了性命。对，清河剑派向来辣手无情，多半是苏纯一杀了苦厄和尚。苏师妹修为在我之上，未必挡不住这疯和尚。你说的有理，缘法玄妙，随口一问，竟得线索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莫慌，贫僧又非抽魂炼魄的魔头，方才念经之后，施主可觉戾气消了些？有，多谢大师指点，我日后定当将你千刀万剐，扒皮抽筋，让你神魂永生永世被劫火炙烧。哈哈，这才是你的心中所想吧？在贫僧面前，你可以不说话，但可不能撒谎骗我。你对我施了什么法术？这不是法术，是规矩。你随贫僧念了经，便算半个出家人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想说谎先还俗。读过几句经文，便能种下禁制。这和尚的修为绝不止同玄。大师饶命，
我真没见过苦厄和尚，我既不能撒谎，所言自然句句是真。我信你，你确实没见过苦厄，不过你清河剑派弟子或许见过。贫僧不善卜算，只好劳烦施主引路了。大师，我也不知道那苏纯义身在何处，你刚才都看到，他剑光之快，我根本追不上。无妨，贫僧并非让你亲自去追。可惜，看来你与那清河剑派弟子牵扯也不深，只能指出大概个方向。咦，怎么换方向了？这边是焚香门。清河剑派的弟子跑去焚香门，难道是要报信儿？这是又是他们！若不是这两人，我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这里竟是苦厄和尚的葬身之处。他们杀了苦厄和尚，还立碑。阿弥陀佛，惊扰了亡者，罪过罪过。这草人可不简单啊！清河剑宗的弟子有这般手段，真不愧是天下第一门派。不过是不入流的验圣之术而已。刚入门的修士都会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就不想想，为何这草人会在此处？我们为何会在此处？是他们故意留下的。他们？你可没告诉我是两个人。你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清河剑派的人，想来这另一个就是这位散修陈烨，对吧？不错，我猜也是两个人。不管是谁做的草人，对方都是聪明至极。他料定贫僧不善卜算，便以染血草人作引。至于石碑前诱贫僧寻到此地，这是豪赌，但他们赌赢了。短短时间能算到这一步，还敢冒险，胆大心细，确是个人物。那也是愚蠢之举。此物正如那本命法宝，正好可以施展淹圣之术。我若是对这草人下咒，他们反倒要遭了暗算。那你可以试试。你们也该尝尝被折磨的滋味。不好，有毒！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亏你还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连这草人的精妙设计都没看出来。你以为他只藏了毒？错了，这草人符文精巧，一碰即碎，根本咒不了人。毒只是幌子。你方才下咒，等于告诉他们草人奏效，我们已被引到此地。自作孽呀！你若不动嗔怒，这草人便不会激发，或许还能瞒过他们。哼，往后一路怕都是这种草人，能不能追上就看运气了。至于你，怕是要摔成烂泥喽。先生，我已然无碍。苏姑娘，刚才可是有所感应？先生果然神机妙算，留在石碑下的草人已经破碎，我也受了些影响，不过并无大碍。还真是运气，那老摇头果然不善卜算。既然此物有效，那就不客气了。要拖到你伤势恢复，或者拖到焚香门的人赶来，我们就还有活路。走。先生，我们歇一晚吧。不行，谁知道那魔头什么时候追上来？也不知道焚香门的救援何时能到。万一只差这一段路，我们就真死得冤了。是我连累先生了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说什么连累？难道你现在让我丢下你跑？我知道先生不会，那就换我背先生。原来苏姑娘能跑这么快，这一整天拖慢脚步的竟然是自己。若这次能活下来，
一定要尽快提升修为。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又有草人被毁了，也算是好事吧。这说明那人又被我们骗了。不对，正常人最多只会上一次当。第一个草人藏了毒，对方若是已经吃过亏，第二次就算找到草人，也该知道不能乱碰。除非……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让贫僧一路好找啊！这草人骑路之法确实精妙，可惜施主运气不太好，贫僧只卷错了2次，第3次便选中了你们所在的方向。阿弥陀佛，此乃缘分也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让贫僧一路好找啊！左右不过是个死。阿弥陀佛，大师追了一路，见了我等也不直接动手，想来是有话要说。你便是散修陈烨，这一路上的算计都是出自你手？微末伎俩，入不得高人法眼。这可不是微末伎俩，草人精巧至极，既能做警示，又不致伤了这位女施主，如此分寸，绝非寻常人能拿捏。施主年纪轻轻便精通此道，我那苦厄徒儿死得不冤。苦厄和尚的师傅，果然是来寻仇的。那苦厄和尚是我斩杀的，你若是要寻仇，便杀了我。那苦厄和尚本有机会夺舍，是我断了他的后路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寻仇，便来找我。阿弥陀佛，两位都说是自己犯了杀戒，贫僧难以分清真假，不如要杀便杀，少拿考验人心那套龌龊手段。大师修为通天，却还对我们这些小蝼蚁耍心机，传出去不嫌丢人。死倒不可怕，就怕这老魔头想些折磨人的法子。真到那一步，倒不如我先抹了脖子。施主有所不知，苦厄究竟死于谁手，对贫僧至关重要。若查不清，此事便不能善了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稍安勿躁，与贫僧一同念念佛经，化解心中戾气，一切便都明了。观自在菩萨度一切。这和尚在借佛经施术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愿恭谢大佛复回非曾。女施主，我那苦厄徒儿可是被你所杀。苦厄和尚肉身是我斩杀的。女施主果然守信，所言不虚。如此说来，我那徒儿的神魂是毁在陈施主手上了。苏姑娘，她早知道答案了。老和尚，别废话，你徒儿的神魂毁在我手上，我不但收了他，还将他逼疯，最后把他扔出去，跟另一个老魔头同归于尽。要动手，就快些。那施主你也跟我念一念佛经。观自在菩萨，书生如是老塔王妖少经文。等等，施主你刚才念的是？不会吧？这老和尚不知道心经还有后半段。施主，你如何知道这心经还有后半段？出家人不打诳言，可不能胡编乱造。我不只知道心经，还知道许多佛经。想来你们涅槃宗多是残篇，我可替你们补全。有种便搜我的魂，只要我神魂损了半点记忆，损失的就是你们。陈施主误会了，贫僧可不是涅槃宗，贫僧法号方圆，来自慈心寺。但你说苦厄和尚是你徒弟，那苦厄和尚使的是涅槃宗开口禅，绝不会错。涅槃宗魔头才滥杀无辜，慈心寺虽是旁门，却从未作恶。慈心寺源自涅槃宗，神通相似，不足为奇。苦厄却是贫僧弟子，却早已堕魔叛寺，投了涅槃宗。贫僧追他80余年，可惜不善卜算，屡屡被他逃回宗门。直到他身死魂灭，贫僧才心生感应。此来崔县并非寻仇，而是谢二位替慈心寺清理门户。方圆大师，你若并非来寻仇，何必如此戏耍我二人？怪我，只因路上遇着个焚香门的弟子，我本想问个路，他便对贫僧下毒手。焚香门与清河剑派关系人尽皆知，贫僧还以为魏长生，
他撞在你手上了。贫僧只略作惩戒，找到二位后便放他走了。此事错在贫僧，二位施主有情有义，贫僧这便磕头赔罪。大师，下次直接问就行了，不用这么吓唬我们这些小辈。一场误会，贫僧无意为难二位，只是急于寻出杀徒之人，才不得已逼问真相。急于？大师若是为报恩而来，又何必着急？贫僧自然是来报恩的，可旁人未必。陈施主，贫僧方才说过，那孽徒早已叛出慈心寺，投了涅槃宗。你是说，涅槃宗会找我们寻仇？阿弥陀佛，陈施主果然聪慧。贫僧正是怕杀苦恶之人遭涅槃宗追杀，才急着问清真相。如今涅槃宗已知苦恶身死，或许比贫僧来得更快，再耽搁，只怕就来不及了。不知大师是何等境界？阿弥陀佛，多亏二位施主替慈心寺清理门户，贫僧才了却一桩心魔，得以突破反虚。两位请暂且歇息，贫僧先去打发了涅槃宗的妖僧。阿弥陀佛，该放下屠刀的是你们才对。先生无需羡慕，以你的天赋，反虚境只是迟早的事。苏姑娘的伤势已经恢复了。方圆大师丹药有奇效，我已经彻底恢复。此番遭难，反倒是让我修为更进一步。恭喜苏姑娘。先生是有心事，是在记恨方圆大师之前的冒犯吗？苦厄已死，方圆大师追了80多年的执念终于放下，如今剃去乱发，换回僧袍，倒真有了几分高僧模样。经过昨日，我想明白了，对方圆大师那样的人来说，我这等蝼蚁是否记恨，根本无关紧要。凡人100年之后，不过一捧白骨，与那些长生久世的仙人相比，确实不值一提。先生所言不错，人立于天地之间，本就渺小，可既然踏上修行路，便不该只做任人俯瞰的尘埃。我还以为苏姑娘你会劝我不要消沉。先生若真会因此消沉，便不会说出方才那些话了。不错，感慨归感慨，修行归修行。既然明知道自己身如蝼蚁，就更应该把握如今。苏姑娘，你接下来就要回清河了吗？不错，我也该回清河苦修了。不过回去之前，我会与先生去一趟焚香门，促成天书秘术的交换。不去焚香门了？那魏长生被方圆大师教训了一番，想来是对我们怀恨在心。去了也只是自讨没趣，平添许多麻烦。可是教训魏长生的是方圆大师，为何他会对我们怀恨在心？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。不过焚香门我就懒得去了，我如今只想尽快提高修为，等我将师父寻回，我就找个地方苦修去了。先生如今正需要加快速度气海壮大的秘术，不如随我回清河。清河水太清，我这种出身淤泥的小鱼去了也适应不了。那先生要去何处苦修？你准备去当和尚？我不是，只是慈心寺毕竟是旁门。苏施主，这话贫僧可不能当听不见。方圆大师，我并非有意冒犯。无妨无妨，苏施主所言也不错。慈心寺毕究是旁门，只有涅槃宗这等魔门坏了佛门弟子的名声，被世人误会也不奇怪。不过慈心寺一心向善，还请苏施主回到清河派时，能为我慈心寺长青一二，不要让贵派掌门误会。陈施主，我看你并非想要出家，相逢即是有缘，不妨开诚布公的聊一聊。大师慧眼，我只是想用心经换取慈心寺的宗门秘术。如今我刚到气海境，需要一门能加快气海壮大的秘术，想来慈心寺应该也有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换。能换，如何不能？不过不需要换。不需要？当然不需要。贫僧说了，此番来寻两位是为报恩而来，若是陈施主需要这个，送你又何妨？只不过慈心寺的修行之法多有忌讳，未必适合施主，而且
肯定是比不了清河剑派与焚香门的秘术。大师客气了，对我这散修来说，能有就不错，哪能挑剔。不过这心经全文，难道大师不要吗？不如这样，施主你随我回慈心寺，我向方丈师兄说明一番，下一任方丈就由你来做，你看如何？大师别开玩笑了，我可守不了清规戒律，你让我念经吃素是不可能的。吃素？慈心寺只戒杀生，不戒荤腥，贫僧最爱吃肉，只是化缘全凭施主心情，难得开荤。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。大师吃的3净肉是吧？不错不错，施主这说法精妙。我慈心寺日后便添一条规矩，非3净肉不可食，只是贫僧冒昧，施主究竟从何得到这些佛门秘闻？大师就当我天生知道吧。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，除了气海境秘术，我还想向慈心寺换几样东西。放心，不会让大师为难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讲。我要一门遁术，一件护身之物，再加些炼气材料、修行丹药，以及慈心寺所有卜算典籍。卜算？请恕贫僧说话直接，气海境的修士想要学卜算，实在有些好高骛远。大师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好，贫僧答应你。不过只是半部心经可不够。心经不够，那加上金刚经、华严经、阿难经又如何？陈施主，这些佛经莫不是你杜撰出来的？天地为鉴，绝非杜撰。不过晚辈多嘴一句，佛经也只是前人所悟，大师参熟即可，莫要尽信，可别看得入了魔。阿弥陀佛，施主独具慧根，真不准备出家当和尚吗？可惜可惜。这就是反虚境，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，当真是跟仙人一样。贫僧未带典籍，只能先默写一份。卜算之术贫僧不通，待回寺后再替你抄录，连同丹药材料一并送来。只是护身神通，施主修为尚欠，贫僧一时也想不到合适的。大师，你可曾听过开口禅这门神通？当然知道，涅槃宗与慈心寺各有类似的传承，只是非佛门弟子怕是用不了。因为这门神通本质是向佛陀借力，非佛门弟子若要修行，怕是会受佛陀责罚。大师，我说的对吗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知道便好。其实我更想问，慈心寺与涅槃宗供奉的是同一尊佛吗？非也，涅槃宗供奉的邪佛可不会普度众生，只会屠戮众生。慈心寺供奉的佛才是慈悲为怀。那我想请问，慈心寺供奉的佛来自何处？来自何时？因何而生？据我所知，慈心寺历史只有数百年，你们供奉的佛也就几百岁吧。施主，你难道想自己造一尊佛吗？有何不可？这施主所问，贫僧答不上来，待我回去问过方丈师兄再来回答。你只要带着黄玉，贫僧便能找到你。多谢大师，我这就将经书给你写下来。贫僧这就赶回寺中，两位也尽快离开。昨夜贫僧击退了涅槃宗云心和尚的3重法相，那一掌虽够他休养100年，但涅槃宗未必不会再派人来。若有需要，贫僧可护送2位。大师护送先生即可，我伤势已经恢复。也对，清河剑派的御剑之术天下无双，寻常修士确实追不上。陈施主，你又准备去往何方呢？我需要先沿路返回，找到我丢失的法宝，然后既然是散修，自然是四海为家。或许随便找个偏僻之地闭关苦修吧。若是如此，贫僧建议施主去白海谷，那里离慈心寺不远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而且白海谷向来欢迎散修，如何？找了2日，又求着方圆大师带我飞遍崔县附近，可到头来还是连师父半点踪影都没寻到。师父，保重，请大师送我去白海谷吧。阿弥陀佛，请施主节哀。修行之路总有别离，贫僧还记得刚开始修行时，父母还常来慈心寺看望。等到我一次闭关出来，便只见到2座老坟。大师不会安慰人的话，倒也不必勉强。阿弥陀佛，那贫僧为你念念佛经。大师，我会的佛经比你多。那贫僧……大师，你还是跟我说说这白海谷是什么地方吧。白海谷从前不叫白海谷，而叫白海谷。
是赤炼圣教的旧地。那时谷中白骨成山，名字便是这么来的。赤炼圣教，18魔道门派之一。正是。后来赤炼圣教覆灭，那里便空了下来。散修们看中谷中灵气浓郁，又有不少旧阵法和炼丹炼器之所，便陆续聚了过去。魔门就地，正道武门就这么放任散修站着？起初自然也乱过，散修多了，争斗便多。后来正道武门出面立了规矩，又布下阵法约束，这才有了如今的白骸谷。白骸谷有正道武门立下的规矩，只要进了白骸谷，就不怕涅槃宗追杀了。慈心寺也有弟子在白骸谷常住，算是一种历练。我会给他们打个招呼，若有什么麻烦，他们不会袖手旁观。多谢大师，只是还不知白骸谷离此有多远。真不愧是仙家之地，这就是七彩祥云吗？陈施主，这七彩的雾气乃是一种毒瘴，能迷人心魄。若是外人乱闯，不消几个时辰，便化为脓水了。啊，这真不愧是修行的好地方。看来这就是白骸谷的考验，与那姜时月的幻术又有些不同，但同样是依托本地风水格局布置，手段高明许多，但难度倒是不大。归藏64卦困龙局，坤位阴爻，初六履霜。看来接下来的路便要靠自己了。恭喜道友破阵，在下陈烨，初来乍到，还请道友多多指教。焚香门的丹药，这可太贵重了。哪里哪里，在下修为低下，破阵花了不少时间，劳烦道友在此等候，实在抱歉。道友客气了。贫道吕福胜今日正好轮值，道友初来白骸谷，不妨随我坐坐，我也好与你说说谷中的规矩。陈道友是何时入阵的？那入口迷阵最耗心神，先喝口茶缓一缓。刚到不久，倒也没觉得多累。吕道友太客气了。道友无需担心，若非以蛮力破阵，这入口处的迷阵没3-5个时辰反复测算是进不来的。破阵消耗心力不小，你是担心虚弱之时暴露了，惹人觊觎。放心，进了白骸谷，便没人敢对你不利。这可是5大门派共同认可的和平之地，魔尊都不敢在此撒野。进了这门，你便可安心修行。3-5个时辰，可我方才似乎没走那么久，莫非这阵法还会扰人对时辰的认知？几个时辰已是极快了，非得精通阵法才办得到。贫道当初不善阵法，在里头困了整整2天，险些没走出来。确实艰难，我在阵中走得头昏脑胀，也记不清究竟过了多久，方才不过是硬撑着罢了。我懂，我们这些散修又缺传承，又缺丹药，初来乍到，自然是要谨慎些，不能视人以弱。不过放心，这里规矩不少，但当真安全。说起来规矩多，其实记住一条便够了，不得私下斗法。除此之外，修行闭关都随你。若看中哪块无主之地，也可自己搭屋落脚。只是谷中的炼丹炉、炼器楼须得花苍珠借用，这便是苍珠，在白骸谷里就如凡人的金银。不知这一枚苍珠价值如何？不算便宜，炼丹炉租用1日便要10枚苍珠。至于其他材料丹药，那便看道友你讲价的本事和眼力了。如果是按照行价，道友刚才送我的那瓶丹药便值300苍珠。这么多，那岂不是可以租送炼丹炉1个月？道友有所不知，在白骸谷，凡是与5大门派有关的东西，价钱都要翻上许多。这丹药若只拿来疗伤，确实不算什么，可它出自焚香门，拿在手里，旁人便会觉得我与焚香门有些渊源。将来若有后人再凭这点由头去求个拜师机会，说不定便是一步登天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散修之间也少不了这些人情门路。高门大派的关系在白骸谷特别有用。道友既然能随手送出焚香谷的丹药，想来是关系匪浅，往后还请道友多多提携。焚香门这层关系可经不起细问啊。好在苏姑娘临走前又留了一块清河剑派的玉牌，有清河剑派这份情分在，往后应该能少些麻烦。平日好几个月也不见一位新人，
今日倒是巧了，一来就来3位。这身衣裳，焚香门的服饰。魏兄，真是想死我了！你怎么寻到这白骸骨来了？这小子既然还肯装模作样，便说明他终究顾着焚香门颜面。既然如此，便没什么好怕的。难怪陈道友能随手拿出焚香门的丹药送人，原来关系竟这般深。散修若能攀上这层关系，便等同抱住了一棵参天大树。日后定要与这位陈道友多亲近亲近。我还以为你会与苏师妹一同回清河呢，差点就去清河找你了。那魏兄又是怎么知道我来白骸谷的呢？而且时机来得这么巧，你猜？忙着修行呢，没那闲工夫猜。陈道友果真忙得很，竟连自家最珍重的宝贝都能弄丢。看来此物对陈道友至关重要。既如此，不如用它来换你的天书秘术，如何？成交。看来是我小瞧了此物价值。如今你急着交易，我倒不急了。想必道友还能拿出更多好东西来换。魏兄，你险些便骗到我了，真的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莫师妹，你为何拦我？魏师兄，我事先便再三提醒过你，第二卦只要你说一句你的宝贝弄丢了，何必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呢？他一听便应下交易，可我连那宝贝是何物都不知。莫师妹，你只让我说这一句，接下来呢？难道不继续追问，他就不会起疑了？卦象所示，第二卦只到此处，你只需说出这一句，而后闭嘴即可。莫师妹，我知晓你天赋异禀，可你每日所算的3卦，仅有1卦必定为真。第1卦已算准他抵达白骸谷的时辰，第2卦却只让我说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。至于第3卦，你说他会主动送上天书秘术，分文不取，如此离谱的卦象，叫我如何信？魏师兄，卦象如此，你要信便信，不信便随你。那按照你这第3卦所说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在这里等着就行了。好吧，既然师妹如此笃定，我便等上几日。不过我虽不去寻那陈烨麻烦，却可暗中查一查，那狡猾之徒确实是丢了什么宝贝，否则刚才不会是这种反应。若能查到线索，说不定师妹第3卦便真应了，届时拿住她的软肋，还怕她不双手奉上天书秘术？魏师兄，你尽管去做，我只会算卦解卦，旁的不敢多言。魏长生若真拿住了师傅，听我愿意天书秘术交换，早该顺势答应。可他非但没有惊喜，反而急着转移话题，分明是在诈我。若是我有合道修为，方才便直接拿下魏长生，狠狠搜他的魂了。说到底，还是修为不够。以我如今区区气海境，就算知道师傅落在谁手中，也做不了什么。眼下最要紧还是先提升修为。气海境吸纳灵气太慢，方圆大师赠予的6字真言咒虽能震动气海，加快修炼速度，可此法太险，稍有分神，气海便可能受损。气海若受损，可借真言之法稳住灵气，使其重新凝聚。苏姑娘送我的这本前人笔记里说过，若体内出现2个气海，他们会彼此牵引，尤其是同向旋转时，2个气海迟早会重新合成一个。那要是反向旋转呢？若用6字真言咒主动打破原本的气海，再借它的修复之法，让破碎的灵气重新凝聚，同时按照这本笔记的思路，让新凝出的2个气海反向旋转，那它们或许就不会融合，而是能同时存在。如今突破气海境也不过半月，即便失败，大不了推回启灵境，重新再来。既然输得起，那便试试。这一夜倒也不算白熬，再推延几日，等雏形定下来，便能先试着去修炼，到时候边练边改。该出去找点热乎的，也好醒醒神。
道友初来乍到，若得空，可到下段谷万福洞做客，吕福胜留。吕福胜，先前接触下来，此人还算不错，正好让他带我熟悉熟悉这白骸谷。只是这下段谷万福洞究竟在何处呢？这法术竟还能引路，天下英雄果然不可小觑。连个守门散修都有这等本事，那吕福胜的修为恐怕还在我之上。与崔县相比，俗世繁华终究烟火气太重，还是白骸谷更像仙境。也不知清河剑派与焚香门这等大派又是何等气象。若有机会，真想亲眼看看。其实也没什么不同，无非是更大、更空旷些。白骸谷有阵法遮掩，里立内洞天重重，远看不大，走进其中便要广阔许多。这位姑娘，我想问问，你们正道弟子就那么喜欢从别人背后出现吗？只是凑巧而已。不过听道友所言，你是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才害怕被正道弟子看到吗？不错，我做过的亏心事多了。又算错了，今日3卦已经错了1卦。你说什么？不过是自省罢了。这姑娘脑袋是不是有毛病？修炼出岔子了，损了神魂不成？陈道友，你要请我喝酒吗？这姑娘哪是疑似有毛病，分明就是有毛病。第1卦显示，她会在这个时辰来到这里，还会主动与我攀谈，言语间颇为轻佻，时间和地点都没有错。可她见了我，却避之不及，哪里有半分主动搭话的意思？第2卦显示，她会主动邀我喝酒，可她连一句话都不愿与我多说，又怎么可能请我喝酒？而3卦之中，必有1卦为真。如今前2卦都错了，那这第3卦，她将会身中剧毒，死于非命。她若死了，天书秘术便再也拿不到了。不行，必须在她中毒之前找到她。以他的修为，应该很快就能追上，距离怎么反而变远了？他竟是利用了白骸谷的阵法，怪不得他入谷时间如此之短。明明我已算好了，能比他更早一步入白骸谷，但我与魏师兄都落在他的身后。此人乃是难得一见的修行天才，若是能加入焚香门，成为天宫堂首席弟子，指日可待。眼下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，算了。随便找个方向碰碰运气吧。在这阵法里找出一条路，还真是耗费心神，竟比熬一夜还累。师父保佑，千万别再让我碰见那个疯姑娘。白骸谷不是禁止私斗吗？这是什么动静？难道是吕福胜出事了？刚请我去洞府做客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先看一眼，能救便救，打不过就立刻回去叫人。预警禁止。下手这么狠，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吕福胜，这是什么古怪场面？散修都玩得这么狠吗？长兄，最后一步了，你忍着点儿。不，今日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吧。钢煞炼体哪有回头路？这最后一块不练，之前的苦都白受了。真受不了啊！福生兄弟，我们明天再练行不？这钢煞炼体这么恐怖的吗？陈道友，这就出关了。我还想着你入谷时耗费了不少心神，怎么也得多休息几日。已然无碍。那便好，既然出来了，便一起坐坐。这位是侯禄，这位是长寿。实不相瞒，我原可不叫这个名字，后来见吕福胜年纪轻轻便踏入气海境，想沾沾他的福气，这才改了名。没错没错，长兄改名后诸事顺累，修行也顺畅了许多。我见状便也跟着改了。如今我们3人凑在一起，正好福禄寿齐全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你还别不信，
气海境修士至多活200岁，寻常散修往往寿元耗尽，也未必能填满气海。我本以为自己也会如此，可改名后修行竟顺畅了许多。如今我已174岁，甚至还有机会尝试钢煞炼体。这都是牵强附会，真有这效果，飞升的前辈都应该叫福禄寿。你分明是运气好，还怕我们嫉妒不成？长兄尚可说是心境舒畅，修行才快了些。可我也改名之后，也确实走了大运。改名第2日，我便撞见一位前辈在山洞中作画，他无亲无故，我替他安葬后，按白海谷的规矩继承了遗物，足值200苍珠。租用1天炼丹炉便要10枚苍珠，而炼制1炉丹药，往往要耗上大半年。入谷时随手送出的丹药，对宗门弟子只是寻常之物，对散修而言，却可能是一生难求的机缘。他们并非愚笨懒惰，只是缺少丹药与秘术，才会蹉跎一生。也不怪吕福胜面对焚香门弟子时那般卑微，一件随手赏下的宝物，或许便能替散修改命救命。若非我奇遇不断，如今恐怕还在杀猪炼丹，提防那些所谓的正道修士。名门之中，成仙者尚且万里挑一，散修能活过200岁，便已凤毛麟角。侯路遇到的那位前辈，想来也是未能突破气海境，最终耗尽寿元。陈兄弟来的正巧，过些日子便有场集会，正道5门都会派弟子前来。运气好还能得些好东西。陈兄弟哪里需要像我们这般蹭热闹？他本就与焚香门弟子关系不错。当真？焚香门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吕兄误会了，我与焚香门并无交情。那日2人前来是找我麻烦的。若真是找麻烦，焚香门弟子何必对你如此客气？他们只需放句话，你在白海谷便寸步难行，哪还用得着与你周旋？3位真的不要误会，我与焚香门关系确实不好，还怕会连累3位呢。我与那焚香门的魏长生有过一段过节。没想到其中还有这般曲折。如此说来，你与魏长生的仇可结得不浅。不给人半句解释，便直接痛下杀手，未免太过蛮横。在这些宗门弟子眼中，莫非散修的命便不是命？如今想来，当时确实有些鲁莽。我仗着清河剑派撑腰得罪了魏长生，却没想到他竟一路追到了白海谷。陈兄弟斩妖除魔何错之有？分明是那魏长生嚣张跋扈，哪有半点正道弟子的样子？连我们散修都不如。这些年焚香门的名声愈发不堪，连10年一度的问心仪式都停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想变成旁门左道。正魔旁门哪分得那般清楚？除清河剑派外，众人所求无非长生，而长生本就不分善恶，正道规矩森严，传承不易。旁门散修虽自在，却缺少资源。世间哪有两全之法？终于找到你了。难不成他真打算在白海谷对自己动手？看来陈兄弟所言不假，焚香门的人果然寻仇来了，这下难办了。此事因我而起，2位兄长，还请暂且回避。你我兄弟相交多年，何必分得如此清楚？没错，白海谷有其既定规矩，即便正道势力强大，也不能不讲道理。这位姑娘是来找我的，多谢道友为我指路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不必远送。借一步说话。陈兄弟是真君子，我等不如啊。姑娘不辞辛苦一路追来，想必是有极为要紧之事，不妨直言相告。方才你可是在故意演戏？你与那3人绝非仅仅萍水相逢吧？怎么，焚香门如今行事竟如此霸道，与我交谈过几句的人都要遭受连累不成？道友误会了，我焚香门身为正道大派，向来秉持正义，怎会随意迁怒他人，更不会无故欺压弱小。那魏长生难道不是焚香门弟子？你与他一路同行，难道不知他此前做过何事？做过何事？我确实并不知晓。此次前来，是奉师父之命帮魏师兄的忙，我一心只为换取道友天书秘术而来。至于你们之前的恩怨纠葛，我并不了解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后的事，你应该也清楚了。魏师兄对此只字未提，他只说你手持万魂幡，疑似魔门之人，还说清河剑牌的苏纯一被你迷惑，处处为你撑腰，致使他无法查明真相。焚香门规模庞大，门下3山5堂，各堂形式不同。我来自七星堂，魏师兄则属长生堂。近年门中广收弟子，焚香门的门规有所放宽，各堂之间也越发疏远。弟子行善时，你称焚香门为名门正派；弟子作恶时，
你却说只是个例。道友所言在理，此事确是我焚香门之错。在魏师兄受罚之前，我说什么都像是在推脱。为表歉意，我向道友坦白，今日追踪你是因我为你卜了一卦，卦象显示你今日有性命之危。我只是想在你遇险之前与你交换天书秘术。算卦，姑娘所说可是卜算之术？不错，你的行踪正是我卜算所得，否则又怎会在你入谷之时与你相遇？只是你破迷阵所耗时间远超我预料，否则先入白海谷的便是我们了。不，这绝无可能，除非姑娘你是反虚境。道友误会了，此乃我的天赋神通，每日可算3卦，其一为真，无论卜中何人，结果如何，对方皆无法察觉，我也不会因修为不足而遭反噬。天赋神通，道友是通玄境，在我记事起，便已有为人卜算的本领。师父说这是天生神通，等于将通玄境才能领悟的本事提前拿到手了。姑娘说我有性命之危，这危险究竟来自何方？我只算到你会身中剧毒而死，但具体如何中毒，卦象未曾揭示。时间地点呢？今日之内，地点不知。姑娘此言差矣。若我现在滴水不进，立面不沾，熬过一日，还会中毒吗？若此卦为真，无论如何躲避皆无用。我曾算出同门死期，纵有掌门亲自守护，也未能避过死劫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说每日3卦，其一为真，那另外2卦呢？另外2卦已经证明为假。怎么就证明为假了？你先告诉我，你算到什么了？第一卦，我算到你会对我有些冒犯之举；第二卦，我算你会邀我饮酒。可你我相见时，这2卦皆已落空。道友能体谅朋友，不使人为难，足见君子之风。想必第3卦必会应验。姑娘，得罪了。哟，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娘子，长得这般俊俏，要不要陪我去喝杯酒啊？放开你的手！不敢放啊，我可不想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毒死。你若再不放手，就休怪我。这位姑娘，你也不想让焚香门拿不到天书秘术吧？我若是真被毒死了，到时候又有谁能将秘术交付给你呢？你，姑娘放心，我这也只是权宜之计，绝非真想占你便宜。你的手不许乱动，保证不会。这就算过关了，是不是就能让你的卦象应验了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？不是你算的卦吗？这次卦象所示没那么细，你还想漏到什么时候？那为了稳妥起见，还得麻烦姑娘陪我去喝上一杯酒，不然我心不安。你让我怎么放了你？你身上难道就没带酒吗？咱们就在此处喝了不也一样？我不爱喝酒，你带酒了吗？我也没带，你赶紧去找酒来。我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怎么会知道哪里有酒卖呢？我也是第一次来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要不我找那3位打听打听。你要问就自己去问，先放开我。不行，万一你趁机跑了怎么办？卦是你算出来的，姑娘你有责任陪我到底，否则我若真的死了，也要留下遗言说是你害了我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好，我不过分，你也别跑，咱们一起去找人买酒。何人在此行凶？你们3个就那么勤奋吗？才离开多长时间，这又开始练上了。他们这是在钢煞炼体呢。钢煞炼体？哦，他们没有金刚伞。金刚伞？这是何物？此药粉可减轻炼体之痛，强筋健骨，提升炼体效果，只是颇为珍贵，门中弟子并非人人都能用。陈兄弟，这就是你说的跟焚香门有仇怨？其中缘由，回头与吕兄细说。我此番折返，只想问吕兄是否有酒？酒？没错，不管是何种酒都可以，恳请吕兄借我一坛。我向来对酒不感兴趣，自己也不怎么喝酒。你们若是想要寻酒，恐怕只能前往庆云坊了。庆云坊？庆云坊是离此最近的坊市，白海谷除散修外，也住着些凡人。他们设立坊市，为修士提供各类服务。虽非集会之日，但坊中的酒肆照例应当营业。能否请吕道友帮忙买一坛酒回来？抱歉，我正为朋友护法，实在脱不开身。钢煞炼体一旦中断，便会前功尽弃，想必道友也能理解。那我们在此等候，大概需要多久？一次炼体至少需要4个时辰，哪怕是来不及了。来日
陈兄弟一定要再来这儿喝一杯茶，一定一定。那我们当真要前往庆云去便去吧，生死之外无大事，不过是喝杯酒罢了。可是，若是被人看见了，岂不是会传出流言蜚语？要不我们蒙面同行，戴上方巾遮住容貌，应该可行。我这身焚香门服饰太显眼，即便蒙面也难掩身份。那就换衣服呗。你不会只有这一身衣服吧？自然不止一套，只是全是焚香门样式，换了也无济于事。那你穿我的衣服吧。方才你怎么没想到？若我早些换装，刚才也不至于那般难为情。我刚才心里着急，也没想到，实在抱歉。唉，罢了，此事谁也未曾料到。走吧，去青云坊了结此事。该搂你就搂着，若是因为这些细节做不够而死，那我岂不是白白吃了这个亏？倒也是这个道理。之前多有得罪，实属无奈之举。这杯酒算我向你赔罪。等我们喝完这壶酒，便算是卦象应验了。姑娘这卦算得太准，太吓人。我为了活命，才不得已而为之。不是我算得吓人，只是命运如此。凡事若都信命中注定，那修行便没了意义。我知每日三卦，只有一卦为真，可在卦象出错前，我只能信命。卜者若不信命，还算什么卦？若今日卦中死的是姑娘自己，你也会信吗？所以我从不算自己。师父教我卜算之术时便提醒过我，卜者不算己，否则必生祸端。姑娘能否教我卜算？你想学，这可不容易。寻常人若无天赋，任你修为再高，也入不了门。姑娘若愿意教我，那天书秘术我双手奉上。啊，不是说好了，等你度过此次死劫，便将秘术交给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明明说，如果你死了，天书秘术就……等等，你骗我！现在才后悔，姑娘不觉得晚了吗？难道真想白白吃亏，最后什么都拿不到？喜魂花生于魔尊尸骸，稀世难寻，便是通玄境前去采摘，也是九死一生。你们拿它换我的天书秘术，这其中的分量，你应该清楚。只要我教你卜算，你就会将天书秘术交给我，不会再反悔了吧？当然不会，我陈烨答应过的事，向来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不对，若你毫无卜算天赋，迟迟无法入门，我岂不是白费功夫？可在学之前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赋。我有办法，若你能在酒喝完前打开铁球，便算有卜算天赋。天干地支，还有八卦方位，这些小格子，难道是一道机关？看来你确实学过一点。铁球上的天干地支顺序已乱，只需重新排正，铁球自会开启。在这壶酒喝完之前解开，应该足够了吧？若解不开，也别怪我，天书秘术照样归我，大不了补你几瓶丹药。这机关锁莫不要数日才能解开？你想骗我跟你赌？怎么可能？你若不敢便罢了，连这机关都解不开，更别说学卜算。名门弟子都这般没见过世面一样，如此拙劣的谎话，也敢拿来骗人？这铁球倒是做得精巧，数层转轮彼此相扣，竟能排出几百种不同规律，有点意思。等会儿解不开，看你还能找什么借口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作弊，一定是作弊！别摇了，再摇下去，我这条小命可就没了。不可能，你肯定作弊了。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你绝不可能这么快解开这铁球。真不是我作弊。还有，你别这么激动，旁人都看着呢。你究竟是怎么解开的？这铁球本来就已经复原了7、8成。只剩下平辰、丁申、准亥几个位置不对，而且其中乾、兑、离3卦正好给我指明了转动方向。你绝非普通散修，如此聪慧，究竟师承何门？你当真想知道？那是自然，既要学我的卜算之术，便该坦诚相待。唉，既然姑娘这般执着，非要知道，那我也只能如实相告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一身所学，皆源自知网。知网不过是个无名小派，姑娘没听过也正常。你该不会又在骗我吧？我对天发誓，所学皆出自知网，绝无半句假话。他说的这般认真，或许不假。回去让师傅算算，修行界还没有师傅算不出的事。姑娘既答应我解开铁球，便传授卜算，如今该兑现承诺了。
既然你已经学过天干地支，我便不再赘述。这是最基础的卜算之法，好好记住，能记多少便记多少。净神喜、玄真、福星破字、禄库、八级。怎么领悟越深，手便越发随心？不好！稳住！静止短短片刻，便险些被抽空。别太大意，卜算之术并非气海境能够支撑。你的天赋再好，体内灵气不足，哪怕只是卜算明日的天气，也能将你抽干。卜算之术有3大忌讳：第一，不可算自身吉凶；第二，事不过3，同一件事不可卜算超过3次；第三，师妹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莫师妹怎会和那散修如此亲近？她不是向来拒人于千里之外吗？这少年什么身份？连焚香门的弟子都能弄上手啊！这流言蜚语怕是压不住了，传回焚香门又是麻烦。明明是他有大凶之兆，怎么倒霉的却是我？都这时候了，还占我便宜？焚香门的魏兄，别师妹师妹的叫得亲热，我们与你只有一面之缘。这是我师妹，不是你的师妹。别以为你是焚香门弟子，就可以对我们纠缠不休。我们敬重的是焚香门的威望，可不是怕了你。请回吧，别在这儿搅了我们喝酒的兴致。这少年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顶撞焚香门弟子！可惜还是太年轻了。焚香门何等势力，哪怕不亲自出手，只需放句话，自有无数人替他们收拾这小子。他竟3言2语便扭转局面，将我从流言中摘了出去。再闹下去，只会坏了焚香门的名声。可明明是他们举止暧昧，怎么反倒成了我欺男霸女？既然已经闹大，那就谁也别想置身事外。你刚才究竟做了什么？这是玄玉龙纹佩。之前我与魏兄有些误会，这玉佩便落到了我手中。方才我拿出玉佩给他看，他自然明白我的意思。想要我将玉佩还他，他就只能咽下这口气。为了我，你竟要把如此贵重的玄玉龙纹佩还给他？你可知道这法宝有多贵重？不过是身外之物。姑娘为助我避劫而来，又因指点我卜算之术遭人误会，此事因我而起。既然如此，便用这玉佩为姑娘排忧解难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骗你的，这玉佩我研究许久也无法使用，想来只认焚香门弟子。既然与我无用，不如送你做个人情。子时已过，你仍安然无恙。看来这场死劫已过，是我又算错了。焚香门不惜以洗魂花换取的秘术，竟就这么到手了。回想之前的卦象，当真是他自己主动奉上我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便两清了。就此别过。说什么一笔勾销呢？我这卜算之术才刚入门，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学生。往后我还有诸多问题想要向你多多请教呢。好，我能教的都教你。莫师妹可真是好兴致啊，竟与那人饮酒作乐，直至半夜才回来。魏师兄，此番波折，你我都应该引以为戒。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可知你都做了什么？竟然与那小子厮混在一起，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？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我请你来是为了从那散修身上获取天书秘术，你却不顾师门重通与他勾搭在一起，你难道就没什么该解释的吗？解释？我七星堂的事，何时轮到你长生堂来管？论身份，我乃七星堂首席。魏师兄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让我解释？今日之事，我定要传回师门，让你名誉扫地。玉佩和秘术，换莫姑娘一个人情，不亏。有她周旋，焚香门那边也能少些麻烦。更何况，她还答应教我卜算。果然，卜算一次的灵气不够，还是先提升修为。道门修行讲究静，佛门却要以真言引动气海，还真不习惯。玛尼轰，很好，要的就是这股反震。玛尼巴密轰，玛尼巴密轰，整整18道气旋掌的微轰，2处、2处、3处，这早上形成了形出来的玛尼巴密天地喜欢平等，原本只准备凝聚4个，没想到竟碎出了18个，必须重新排列，否则根本无法稳定。4柱排定。
三才次分，3合6合。就是这里。阿尼巴美红。我只是运转了1次，就把附近的灵气给抽干了。现在即使没有6字真言加持，18气海依旧在自行吐纳，速度远胜从前。按照这种的速度，估计1年之内便能够尝试钢煞炼体。可惜，18气海再快，也要有足够的灵气可吸。此地灵气稀薄，难尽其用，日后还需另寻灵气充沛之地。眼下修行法门已经成功，怎么也该庆祝一下。昨日答应吕福胜要把事情解释清楚，正好顺便过去讨杯茶喝。3位今日怎么不炼体，改坐在这里叹气了？啊，陈兄弟，你来的正好。都是朋友，若是有帮得上忙的，我不会推辞。陈兄弟，在说我们的事之前，我还得先问清楚，你和焚香门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这么说，莫姑娘为了救你，便让你那般占便宜？事急从权，舍己救人，当真慈悲，不愧是名门正派的弟子。对，焚香门中还是有好人的。我的事儿说清楚了，现在该说说3位的麻烦了吧？此事因我而起，我年事已高，近日钢煞炼体屡屡失败，还连累诸位白费心力。可若过不了这一关，我便只能作画，只差1步便能续命。我实在不愿放弃，所以想求一份金刚伞助我炼体。你们想让我向莫姑娘求要？不敢，金刚伞太过珍贵，这份人情我们担不起。只是白骸谷忌讳将近，想请陈兄弟打听一下，焚香门是否出售金刚伞，价钱又是多少，我们也好提前准备。好，我替你们问。师父，如此急切的唤我，出了什么事？天书秘术，此事不是由魏长生负责吗？为何东西会在你手里？师父，魏长生隐瞒了真相。哼，长生堂的弟子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再任由他们如此行事，焚香门迟早要被人当成旁门左道。此事是否该禀告掌门？自然要报。长生堂主笑来护短，又因你算出他徒弟的死劫而心怀芥蒂。如今掌门忙于镇压魔尊，此事即便上报，恐怕也难有结果。无救魔尊的尸身又出问题了。近50年，焚香门采摘的喜魂花翻了3倍，封印也随之削弱。如今青关山已有不少野兽受魔气侵染，隐有化妖之兆，都怪长生堂的老东西。若非他执意增采，也不会惹出这些麻烦。究其根本，还是门中弟子招的太多。通玄境修士一多，想见喜魂花突破化神的人便多了。掌门又未加制止，采摘就越发失控。掌门为何默许？焚香门又无称霸之心，何必广收弟子？天道轮转，魔掌道消，正道兴盛千年，恐怕已到了变局之时。无救魔尊复苏只是征兆，真正的劫难还在后面。宗门承平太久，弟子多不通诸魔之法，若魔门卷土重来，未必挡得住。掌门已是合道境，5派又同气连枝，何至于此？除了清河剑派那位剑仙，如今5大门派之中，还有几人真正将降妖除魔放在心上？张琪一人一剑，压得天下群魔千年不敢露头。可他的寿元已经不多了，一旦张琪飞升或者受尽，那些藏了千年的老魔头必定会重新现世。焚香门分心杂学太多，门中弟子大多擅长炼丹画符，真正经历过生死斗法的却没有几个。掌门扩充门人是为了未雨绸缪，只是走得太急，难免顾此失彼。师父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自然是吃好喝好，认真修炼。你也该突破通玄境了，近日便留在白骸谷，顺便整顿门中风气。弟子明白。听你方才所说，你对那个叫陈烨的散修似乎颇为欣赏。他天赋极高，师父送我的奇门铁球片刻便解开，指诀也是一学就会。若能拜入七星堂，师父定会多一位得意弟子。能得你如此夸赞，确实难得。只是盯上他的，可不止你一人。师父何出此言？清河剑派的苏纯一，你应该听过吧？清河剑派的老友来信说，苏纯一也很想识陈烨，曾多次邀他入门。放心，他已经拒绝了。
清河剑派一心降妖除魔，不求长生，规矩严苛，弟子不是自幼培养，便是身负血仇。陈烨虽有天赋，却未必过得了他们的入门考验。白骸谷集会将至，我会禀明掌门，由你主持。到时苏纯一也会前来，你可与他多亲近，若能成为朋友，日后必有益处。徒儿，你留在白骸谷期间，多注意谷中的蛇。蛇？师傅说的是哪一种？无论何种，都要留心。也可向当地修士打听，若见到谷歌外露的赤练蛇，立刻禀报，不得耽搁。徒儿明白。师傅，怎么到铸剑室来了？这个时辰你不是习惯去练剑吗？来给师傅请安，也有事想请教师傅。难得啊，为师早就没什么能教你的了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为师有2件事要交代你。是徒儿犯了什么错吗？算不上什么错，崔县之事虽不够妥当，却也无伤大雅。你带回的小姑娘天赋不错，教习们都很看好，也算替门派寻了个好苗子。那师傅要说的是什么？我那老友来信说，焚香门有意收下你推荐的少年，念在你与他相识在先，又曾见他入清河剑派，特来知会一声。焚香门？怎么，为那少年担心？陈烨虽是修行天才，却是谦谦君子，不适合如今勾心斗角的焚香门。谦谦君子，那老家伙也是这般评价。他徒弟好像也是个年轻姑娘，2个小姑娘都说同一个男子好，这听着怎么有点不对劲呢？师傅，你说有2件事，还有一件是什么？白骸谷集会即将开始，5大门派都会派人参加，掌门让你代表清河派赴会，也好结识各派年轻俊彦。徒儿遵命。哦，还有，我差点忘了，将这个给你朋友送去。苏姑娘，久违了。你怎会在此？具体缘由，你问番中阴魂便知。那小子有情有义，阴魂也未负他的恩情。如此生死相托之人，我已多年未见。掌门既允他挑选法宝，宝库中又没有合适的，我便替他重练了一番。万魂幡我虽不懂，炼宝却是拿手的，保准合他心意。多谢师傅。多谢什么？又不是送你的，你替那小子多谢我啊！哼，准备一下，去白骸谷吧。散修集会颇为热闹，清河剑派却没什么可交易的，你随便带些丹药剑器便是。徒儿遵命。哦，对了，为师又忘了一件事，此次前往白骸谷一定要小心里面的蛇。蛇？我那焚香门的老友精通卜算，信中既如此提醒，你谨慎些总没错。尤其遇到古生于外的赤染蛇，务必当作绝世凶魔应对，明白吗？徒儿明白。老人家，你们怎么会到了清河？那日姑娘受伤，恩公不愿独自离去，我们跟恩公的，反正我们商量一下，总不能眼睁睁看你们送死。商量以后，便冒险来清河剑派报信。可我们只是幡中阴魂，虽能飞却不快，好不容易赶到清河，又被贵派修士抓住，险些当场斩杀。幸好诸位通情达理，听完解释后，只将万魂幡收了起来。后来我们便见到姑娘的师傅，我还以为要被投入铸剑炉，谁知他盘问几次，便放过了我们。陈烨的师傅好像也在万魂幡中，他老人家如今何在？经过小周天，念咒掐指诀，贫道我本是龙虎山得了道的小神仙。既然答应了他们3人，去找莫姑娘问问金刚伞的事，总不能食言。可焚香门驻地离这儿足有3日路程，一来一回，集会怕是早就开始了。看来得先弄个代步的法子，修炼之地也不能耽搁。18个气海一旦运转，这附近的灵气可撑不住。吕福胜说，想找坐骑或者法宝，就来庆云坊找黑小三。可这黑小三道在哪儿？这位朋友，我这里有赤脸老魔的私藏画册，你有兴趣吗？朋友，要不要？不是秘传版我可不要，若是雕版彩印的珍藏本，我全都收了。原来是真朋友，这边随我来。你便是黑小三，你也不黑啊，怪不得我找了半天没找着。朋友，卖私藏画册要是用本来的名字，
这是生怕别人抓不到我吗？有道理。幻术，藏得这么深，莫不是黑吃黑的窝点？一枚苍珠，一本功法秘籍，这些都是我从白骸谷掘出的赤炼魔宗秘术。若非如今已成禁术，我岂会拿来出售？赤炼大法，魔域至尊，名字倒是一个比一个吓人。哎，等等，这位小兄弟，你今日若是不买点什么，怕是必遭横祸呀！怎么，你还想强卖不成？哼，无知小辈，赤炼魔宗的秘术岂可轻窥？便是封面几字也会招来怨念缠身，待你午夜入梦，魔魂便化作噬梦妖蛇吞食神魂。买我一本秘籍，我便赠你一道护魂符，如何？我正好喜欢玩蛇。别走啊，买1送3，送10也行啊。这修士控制虫子的手段倒是有些意思。苦厄和尚留下的蛊虫还剩1只，虽已半死不活，但毕竟是通玄境修士的东西，想来还能卖些苍珠。要买就买，阁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原以为这地方遇到同行了，没想到也不过是个外行。原来是砸场子的，我要是外行的话，倒要看看阁下能有多内行。请你长长眼。七窍枯骨蝉确是上品，可惜虚弱已久，看来你也不善饲养。哼，大言不惭，这枯骨蝉该怎么样，你又知道了？当然知道，此虫以怨气、毒兆和生灵执念为食，还需每3日喂一次鲜血。你这只分明久未进食，实在暴殄天物。说的倒像回事，可你这些蛊虫加起来，也比不上我这只病蝉。哼，你才不懂行情。我这些蛊虫品种虽差，却养得极好，合计值600苍珠。你这只枯骨蝉能否救活都难说，顶天了也就值500苍珠。就500苍珠，这枯骨蝉卖你了。你套我话？你就说要不要吧，反正你报价了，这里也不止你一个收蛊虫的。我这成交。小子，你上当了，这枯骨蝉养好了，至少值800，你亏大了。哦，那恭喜你赚了一笔。难道说看走眼了？自己才是吃大亏的那个？枯骨蝉卖了500，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差不多有2、3千苍珠了。法宝倒是不少，可惜不是华而不实，就是价格高的离谱。赚了这么久，竟然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。朋友，你这赚了大半天，什么也没买到。道友不仅带路，还兼职做推销吗？那是自然。朋友第一次来我们黑市，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归，否则传出去，往后的生意可就难做了。我看你转了好几圈，一直在留意代步之物吧？哦，你有好的推荐？许多修士喜欢以法宝代步，可法宝珍贵，限制又多，未必方便。若只为赶路，道友不妨考虑灵兽坐骑。灵兽，这可不好养活。灵兽也讲缘分，道友不妨去看看，说不定正好有合眼缘的。带路吧。灵兽区不大，大致分为飞禽、走兽、蛇类3种，都混在离卦方位。道友想先看哪一种？蛇类，为何这一类会专门分出来？道友有所不知，这白骸谷的前身乃是白骸谷，曾是赤炼魔宗的弃尸之地。谷中尸骨遍地，蛇群横行。赤炼魔尊酷爱养蛇，门下弟子也纷纷效仿。魔宗覆灭后，蛇群却会未能清除，至今仍在谷中繁衍。其中一些经人驯养，也可成为通人情的灵兽。我们还是去看看会飞的吧。
这么大的飞禽，养起来应该很麻烦吧？道友放心，大多只需喂些寻常兽肉便能养活，有些甚至可以自行觅食，根本无需操心。还能放养？当然，不过若是吃错了东西，或者被别人当成野兽打下来，那就与我们无关了。原来如此。这只怎么卖？这可是有着3族金乌血统的灵兽，不仅聪明绝顶，好好培养还能喷出太阳真火。分明就是一根绑上去的木棍，这造假也未免太假了。它能载人吗？没问题。它平时看着只有巴掌大小，需要的时候只要一个口令便能变大数10倍，载上1人轻而易举。速度如何？算不上多快，不过日常赶路足够了。关键是它好养物，不光吃肉，喂些果子也能养。这是1800苍珠，这2袋口粮送你，够它吃1个月。坐骑算是有了，可修炼需要的灵气还没着落。黑市既然找不到，等机会开始再看看吧。接下来去焚香门找莫姑娘，除了金刚伞，还得请她算算万魂幡和师傅的下落。小家伙，以后你就叫黑旋风了，这名字够霸气吧？按照卖家的说法，新买来的灵兽不能急着驾驭，得先将它喂饱，再替它梳理羽毛，让它熟悉主人的气味。等它主动靠近，才算初步得到它的认可。来，给我看看你的本事。走！慢点儿，慢！唉，只怪我不是刚煞境，不然一身铜皮铁骨，还怕这区区狂风。我修炼时，四周灵气很快就会被吸干，可若是让黑旋风一直往前飞，岂不是随时都有新的灵气？黑旋风，飞高一点！果然有用，怎么越飞越低了？这才修炼了多久？你刚吃饱，怎么这就累了？这明白了，看来你飞行也需要吸收灵气。唉，还以为找到解决办法呢。算了，我们下去歇一下吧。差点忘了，之前测试还剩了几颗兽血丹。药效虽然差了些，不过没有副作用。以后跟着我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好不容易想到个办法，结果还是治标不治本。要是有师门长辈指点，哪还用我自己在这儿瞎琢磨？反正也就罢了，连修仙都这么阶级分明。师傅要是在，至少还能找个人商量。这蛇身上怎么还长着一层骨甲？快变大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剑气都切不开，还不止一条。黑旋风！这白骸谷还有这种东西？谁家弃养的灵兽是吧？竟然让这小子跑了！刚才他在天上搅动灵气，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是故意打草惊蛇。为什么不追上去杀了他？动静太大了，旁边就是清河剑派的驻地，他刚才用的就是清河剑派的剑气。看来事情已经暴露了，武大门派早有准备。未必，若他们知情，就不会派个气海境小子来送死。这不是清河剑派的作风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不管是否暴露，我们筹谋多年，如今已是箭在弦上。通知下去吧，
计划有变，加快进度，先让这白骸谷的散修都变成我们的人。有灵兽代步，竟然还飞了大半日。这白骸谷大得有些不讲道理，隔这么远都能看清。高门大派果然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叫什么。此地乃焚香门驻地，不接待外人。原来是清河剑派高足，方才多有怠慢，还请道友莫怪。道友误会了，我不是清河剑派弟子，只是与他们有些交情。我与贵派莫随心莫姑娘有约，劳烦通报一声，就说陈夜来访。原来是莫首席的贵客，陈道友请，快请。连喝茶的杯子都是法器，拿去地下黑市卖，怕是能换上几百个苍珠。高门大派果然处处都是钱。之前多亏你示警，回去以后丹药管够。你这家伙从哪儿学来的？物似主人行，宠物自然是跟主人学的。当初占便宜的时候，你倒没这么客气，如今见了我，反而矜持起来了。莫姑娘若是还在记恨，那我只能再请你喝一杯，全当赔罪。今日来找我，是准备继续学卜算？这是其一。另外，我受朋友所托，想问问焚香门有没有金刚伞出售。你才到白骸谷，便替旁人求如此珍贵的金刚伞，你们相识不过几日，交情竟这般深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君子之交不论时日。莫姑娘莫误会，我并非空手来求，只想问个价，也好回去筹备。金刚伞倒是有，数日后的集会上会有珍贵丹药拍卖，只是此物价值不菲，寻常散修恐怕买不起。大概多少？至少5万苍珠。5万？这还只是底价，若有人竞拍，最终价格便难说了。修为乃立身之本，助人破境的丹药自然最为昂贵。地下黑市里最贵的法宝也不过报价8000，一副辅助炼体的丹药竟然要5万，价钱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想请莫姑娘帮忙。又要算吉凶，好让你再占我一次便宜。不，姑娘误会了，我真不是那种人。之前你算出我丢过一件法宝，还让魏长生试探我。我今日来是想请你帮我算算，那件法宝现在何处？你运气不错，我今日3卦还剩最后1卦，不过前面已有1卦应验，第3卦未必准确。无妨，姑娘说过，卜者若不信卦，不如不算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认。算你有记住我的话。姑娘算到什么了？卦象显示，你那宝贝就在白骸谷中，可你分明是失宝后才来此地，它又怎会出现在这里？可算出具体在何处？很近，就在附近。等等，这方位和距离似乎是清河剑派驻地。师父就算逃命，也不至于逃进清河剑派吧？这东西一旦现身，怕是转眼就会被万箭所碎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去清河剑派驻地看看。我与你同去，我也想知道这一卦究竟准不准。那人是谁？看装束，像是清河剑派弟子。莫首席竟然亲自送他出来。焚香门是该好好整顿一下门风了。莫姑娘，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我一介散修，哪敢妄议焚香门内务？若叫人听见，只怕脑袋不保。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？我向来胆小，只是为了活命，偶尔会激进些。散修日子艰难，你可想过拜入门派？莫姑娘莫非想让我加入焚香门？怎么，看不上？岂敢！正道5门都是名门大派，若能加入，修行自然轻松许多。可你并不想加入，对吗？听说焚香门这些年改了规矩。你既爱散修的自在，想必不恤森严门规。如今掌门锐意革新，不少旧规都已放宽。焚香门或许正适合你。莫姑娘，你说的放宽门规是改了规矩，还是犯错不罚？道友何出此言？我只是猜测。魏长生不问情由便出手杀人，你也认他有错，却从未提过责罚。如此看来，焚香门内恐怕有些混乱。你担心加入焚香门后会卷入门中争灯？不错，我若受你引荐，旁人自然会将我视作你这一边的人。到时修行不成，反倒要替人争权夺利，未免得不偿失。莫姑娘也不必太过忧心，焚香门根基深厚，眼前这些麻烦不过一时风霜。
况且天塌下来也轮不到你一个人扛。既然你看得明白，为何还拒绝清河剑派？他们门规森严，不正合你心意。正因门规森严，我才知道自己不合适。顺手行善可以，真正面对魔头时，要我舍命而战，我未必做得到。与其日后背弃门规，不如现在拒绝。有那位剑仙在，哪轮得到你拼命？可他终有飞升之日，到那时，清河剑派还能守住如今的规矩吗？这剑意如此凛然，看来是清河剑派。苏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也并非许久，还不到7日，连分别几日都记得这么清楚，他们已经亲近到这种地步了。苏姑娘，这位是焚香门的莫随心莫姑娘。莫姑娘，这位便是清河剑派的苏纯一。苏师姐此番前来焚香门，可是有要事？我是专程来找她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先生莫非忘了我的剑针？你我之间早已结缘，寻你并不难。我一入白海谷便察觉你在此，特来与你相见。这种话也能当着外人的面说，他就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。师父啊，徒儿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我与这苏纯一完全是两种人，怕是成不了朋友。先生，我这次来是将法宝给你送来了。法宝？之前是说过要回赠我一件法宝，不过比起这个，清河剑派可研究出了重聚神魂之法。那邪咒灵童救回来了吗？我师伯已从这神魂秘术中寻得解法。离开清河时，邪咒灵童虽已获救，却因神魂重创失去所有记忆，如同新生婴儿。也是好事，毕竟之前遭受了非人虐待，忘了也好。若能拿到这改良秘术，师父的神魂或许也有救。这法宝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万魂幡独自飞了数千里，赶到清河剑派报信。幡中的阴魂说是奉命前来求援的。杨崇光他们不可能擅自前往清河，看来是师父让他们去的。为了活命，不惜数次夺舍的师父，竟然会为了救我，主动去向清河剑派求援。你们所说的神魂秘术，就是那记载于天书之上的秘术吗？清河剑派既以法宝相赠，焚香门自然不能白拿你的。我会禀明师门，也回赠你一件法宝。莫姑娘，不是说好了你教我卜算，我将秘术赠与焚香门吗？不需要再送我法宝了。哼，那是我要教你，可不要将这份人情记在焚香门上。有人吗？请救救我兄弟！他怎么了？他被蛇咬了。我们刚才路过，突然有蛇从路旁窜出，咬了他一口。我将所有解毒的药都用过了，都没有用处，还请阁下出手相助，大恩大德必有厚报。是什么模样的蛇？看不清楚，太快了，只一看到是暗红色，有2指粗细。不知道是何种毒蛇，那就未必能对症下药了。罢了，先试试这个。有效了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不对，丹药才刚入口，药力尚未化开，这蛇毒怎么可能已经解了？你感觉如何？已无大碍，多谢姑娘的丹药。没有任何不适，就是伤口还有些痛。先观察一阵，若有异样再来找我。不必了，你们走吧。多谢，多谢。这白海谷的蛇是真的多。我今日前来焚香门驻地之时，也遇到了几条怪蛇，身子坚硬的，连剑气都切不开。多亏了我的黑熊风够机警，不然我就要被这些怪蛇咬上一口了。用我送你的剑匣都切不开，是什么模样的怪蛇？那是骨头长在外面的赤红色的怪蛇。就是此处，我在这儿遇到了3条骨头外露的怪蛇。瞧这脚印的数量，看来当时在场人数量不少。人数是不少，但看这痕迹，他们最后四散离开，估计是在分头行动，恐怕很难将他们全部抓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赤莲蛇究竟是什么怪物？为何你们会如此紧张？实不相瞒，我也只是略有耳闻。据我所知，赤炼蛇与当年的赤炼魔尊有关，他痴迷养蛇，门下弟子几乎人手一条。听说赤炼蛇剧毒无比，刀剑难伤，是极为难缠的灵兽。后来赤炼魔尊身死，宗门覆灭，赤炼蛇按理也该绝迹了。青关山封印着无救魔尊的遗骸，白海谷既是赤炼魔宗的弃尸之地，幕后黑手又偏偏在此闹事，难道赤炼魔尊的遗骸也藏在这里？他们是冲着魔尊尸身来的？不会的，
赤脸魔尊当年被5派合力诛杀，尸骨尽化飞灰，白骸谷也只是堆放尸骸之地，并非藏宝之所，理应没有魔门后手。这就奇怪了，白骸谷既非魔宗遗址，也无重宝，他们为何偏在此处闹事？总不能只凭几条赤练蛇杀光所有人。我需要向师父汇报此事，两位就此别过。若有任何消息，可以随时来焚香门驻地找我。苏姑娘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听你的。我？先生也知道，我向来不擅长应付这类复杂之事。若赤练蛇现身，我拔剑斩了便是。可要我运筹帷幄，揪出幕后黑手，实在力有不逮，只能请先生教我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局面，免得幕后黑手趁乱行事。白骸谷越是秩序井然，他们一有动作，便越容易暴露。我们虽不知其真正目的，但赤练蛇必是关键，只需从他入手，对症下药。苏姑娘，劳烦你立刻禀报清河剑盘，并以其名义警告谷中修士，切勿随之外出或单独行动，以防赤染蛇袭击。若有任何发现或有人被咬，必须立即上报。另外，联合5大门派筹备解毒驱蛇丹药，并组建2支巡逻队，一队追查幕后黑手与赤莲蛇的踪迹，另一队甄别并隔离伤者，严加看管，以防再生乱子。先生，你不如随我去清河剑派驻地。白骸谷若是乱起来，也只有5大门派的驻地能保证安全，我们也好相互照应。我先通知几个朋友做好准备，然后便去清河剑派驻地找你。白骸谷怕是要出乱子，得先通知吕福生他们去避一避。师傅，你还在吗？孽徒，说了多少次不要妇人之然，你哭什么？师傅，你故意的吧？就等我出手了才开口。哈哈哈哈！你这孽徒也有今天。师傅，你怎么躲过去的？去了清河，没被人抓出来练了？还能怎么办？装死呗！这万魂幡中阴魂那么多，还有许多早已破碎不堪、失去理智的。我混在里面不说话，让杨崇光去跟清河剑派的人说话，这便躲过去了。真不愧是老谋深算的前辈。哼，你这孽徒倒是厉害。我瞧你近日过得颇为滋润，身边更是红颜不断。可惜啊，为师怕是看不到你这榆木脑袋开窍的那天了。师傅，你不用怕，你这神魂之证，我早就有想法了。刚才苏姑娘还将清河剑派琢磨出来的改良版秘术传给我了，就凭你徒弟的本事，没几天就能给你治好了。你先别忙着吹牛，我怕你自己都顾不上来。白骸谷的赤练蛇复苏，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可怕。5大门派这次有大麻烦喽。师傅，你知道这赤练蛇的厉害？你还真以为为师什么都不懂啊？好歹活了几百年呢，为师的得道的传承还跟赤练魔宗有渊源呢。啊，我们才是赤练魔宗的余孽。倒也不能这么说，为师当年……师傅你倒是说啊！为师当年杀了个赤练魔宗的，抢了他的经书和宝贝。不对啊，师傅，你平日总说自己杀人如麻，不过杀个魔头，紧张什么？莫非还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那不重要。为师说的是赤莲蛇，你可知它真正可怕之处在哪儿？我见到的时候，只觉得这赤莲蛇非常硬，剑气都砍不断。赤莲蛇是魔宗多年培育的异种，骨甲坚硬，飞剑难伤。当年连清河剑派都颇为头疼。不过也正因骨甲厚重，他们大多不会飞，速度也不快。听起来挺好对付的。若只是皮糙肉厚，赤练蛇又怎会令人闻风色变？它真正可怕的是毒。是那种见血封喉的剧毒吗？不，赤练蛇真正可怕的并非杀人，它的毒不会致命，却能侵蚀神智，使人逐渐失去自我。当年魔宗林立，为何偏偏赤练魔宗弄出了白骸谷？因为他们只需让赤练蛇咬上一口，数日之后，对方便会任其驱使，哪怕明知必死也不会反抗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手中的人设多得用不完，最终只能随意丢弃。如此厉害的异兽，为何莫姑娘和苏姑娘都不知情？难道当年没有留下相关记载？这才是为师最担心的地方。年轻一辈不知赤染蛇的厉害并不奇怪，毕竟它已消失1000年。
可五大门派的老家伙绝不可能不知，当年围剿赤染魔宗，他们便吃过大亏，不少正道修士都是中了暗算后突然倒戈。如此看来，只有2个解释：要么五大门派中藏着不少魔宗余孽，把这件事压了下来；要么他们早就知情，只是在等赤岭魔宗的人自己现身。你觉得是哪一种？魔门覆灭这么多年了，就算五大门派里有内鬼，也不可能把这么大的事瞒住，所以多半是那些老家伙故意隐瞒消息，一边考验后辈，一边引蛇出洞。呵呵，不管过了多少年，还是这种招数。不过，这事还有一处说不通。哪里说不通？自然是清河剑派，以他们的行事作风，若得知赤焰魔宗死灰复燃，早就倾巢而出，将这些魔头尽数诛灭，绝不会拿散修当诱饵。可苏姑娘方才不像作假，她应当确实不知赤莲蛇之事。难道张琪尚未飞升，清河剑派内部便已出了问题？这种事轮不到你一个刚凝聚气海的小修士操心，真有问题，自有那些老家伙处理。也是，我还是赶快去提醒吕福生3位，免得他们遭了赤炼蛇的毒手。诸位所托之事，我已打听清楚。焚香门确有金刚伞出售，但只会上拍卖会，价格恐怕不低于5万苍珠。5万，我们兄弟辛苦半辈子，也只攒下不到3万苍珠，看来与这金刚伞无缘了。金刚伞之事只能再想办法。不过眼下还有一桩更要紧的事。近日白海谷中有赤炼蛇出没，此物极为危险，3位务必要多准备些驱蛇之药，千万不可大意。3位若有所需，可到清河剑派驻地找我。我这里还剩1000多苍珠，虽然帮不上大忙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2位兄弟，我出去走走。长兄，刚才陈兄弟说了，谷中有赤炼蛇害人，切莫孤身一人。我去青云坊喝杯酒。随他去吧，纵然活了100余岁，也未必人人都能看淡生死。长兄今日只想独醉一场，我们便别去打扰了。可是，那赤炼蛇若连庆云坊都遭赤炼蛇袭击，这白海谷还有何处安全？福生、侯禄都别修炼了，快出来喝酒。平日里喝茶早就喝得厌烦了，今日庆云坊新出了香醇的桃花酒，咱们今日定要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。福生，侯禄，你们2个搞什么名堂？苏姑娘，这地方就是清河剑派的驻地，这小院怕是住不了几个人吧？清河剑派本来就没几个弟子，平日里是王一晨师兄和他的妻子在此驻守。那我来这里避难，方便吗？放心，王师兄很好说话的，我来为你引荐。只看一眼便有这般重压，和当初面对方圆大师时一样。师兄，这位是我的朋友陈烨。师妹，你嫂子说让你过去一趟，我带陈道友去厢房看看。道友便在此暂住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。多谢王道长。陈道友年少有为啊，听说你还不到20，有这身修为，实属不易。多亏苏姑娘出手相助，若无她赠我灵药，我恐怕还在想办法凝练气海。我这师妹从小乐于助人，不过她心思单纯，很难辨别好坏。多亏了陈道友相助，崔县之事才能完美解决。这是在敲打我，不过倒还算客气。听闻你与焚香门七星堂首席关系匪浅，陈道友还真是交友广阔。我与莫姑娘不打不相识，亦师亦友。她传我卜算之术，我则将天书秘术赠与焚香门，仅此而已。暂时来说，确实仅此而已。这么说来，道友还想更进一步喽？王道长，来此之前，我曾与3位朋友告别，其中1人寿元将尽，却迟迟无法突破钢煞炼体。
想去焚香门求购金刚伞，又苦于囊中羞涩，如今只能等死。修行之路本就千难万险，多少精彩绝艺之辈熬干了寿元，陈道友请节哀。不过这与我的问题有何相干？与王道长担忧的不相干，但与我有莫大关系。我不愿受尽时绝望等死，如今只想安稳修行，无暇他顾。道友的意思是你暂无异于儿女私情？若道长非要问，我只能说随缘。我与苏姑娘相识不过半月，此时谈这些还为时尚早，是我冒昧了。那我也不打扰陈道友修行。总算过关了，有清河剑派庇护，就不怕其他事情打扰了。这里的灵气太稀薄，根本撑不起18个气海，看来得布一座聚灵阵。可普通聚灵阵恐怕也不够。孽徒，这万魂幡被重新炼制，有许多妙用，你可以问杨重光。恩公有何吩咐？老杨，这万魂幡是被清河剑派重新炼制了吧？多了什么用处？给我说说吧。哈哈，恩公总算问了。清河剑派虽不懂炼制万魂幡，却教会我们以阴魂结阵。结阵？不错，其中一道名为玄阴摄灵阵。结阵！这不是在聚拢附近的灵气，倒像是把天地凿了个窟窿。18个气海同时运转，四周的灵气却丝毫不见减少。难不成这灵气是从仙界偷来的？管他呢，先练了再说。师兄，他好像一直在闭关。不错，你这位朋友除了偶尔停下来吃口饭，这些日子他几乎一直都在修炼。赤染蛇之事还是没有进展。蛇倒是杀了不少，可情况反而越来越麻烦了。这些日子，我们接连斩杀了10几条赤莲蛇，可无论杀掉多少，过2天便又会从别处冒出来。被咬的人只会虚弱一阵，毒性很快便会自行消失，看不出任何异常。可在查清蛇毒之前，5大门派不敢放人。如今隔离区中的修士已经超过100人。最麻烦的是，5大门派用尽了卜算和寻踪之法，却始终找不到操控赤脸蛇的人。如今白海谷中的散修已经开始不满，今日更有一位化神境前辈亲自向5大门派讨要说法。蛇杀不尽，人也找不到，这些赤炼魔宗的余孽确实不好对付。想去便去吧，我估计他也差不多该停下来了。师兄为何这么说？他初入气海不久，洗髓尚未完成，可修为提升得太快，再这么练下去，肉身恐怕会先承受不住。这位师妹果然是长大了。气海已到极限，洗髓又尚未完成，还是先停下来。苏姑娘，你还好吗？只是有些疲惫，我还支撑得住。只是有事想要请教先生。进来说吧。连5大门派都查不到，确实有些不对劲。莫姑娘这几日可曾提过卜算的结果？倒是提过，只是她这几日卜算出的尽是些琐事，偶尔算到几条赤炼蛇的位置，虽还算准，但一涉及幕后黑手，便总是出错。不对劲，莫姑娘有可曾有过独自一人外出？她修为不高，为保安全，一直留在焚香门驻地，从未涉险。先生为何突然问起此事？我怀疑她早已被赤脸蛇咬过，心智也被人操控了。莫姑娘每日3卦，必有1卦为真，连河道境都未必能避开。可这么多日，她一次都没算到幕后之人，这绝非运气不好。可是她一直在门派驻地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就是最坏的情况。焚香门被操控的不止莫姑娘一个，很可能已经完全沦陷。苦修多日，如今的灵气足够我算上1卦了。但莫姑娘和整个焚香门牵扯太广，贸然卜算必遭反噬。那便看看焚香门中究竟有没有出现过赤莲蛇。有赤莲蛇去过焚香门的驻地，不过全是死的。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。莫师妹说卜算需要，我便将斩杀的赤莲蛇送到焚香门驻地。我肯定这些赤莲蛇都已经死透了。死掉的赤炼蛇也能将人控制吗？赤炼蛇操控人心靠的是毒，死掉的赤炼蛇有将毒液全部清理吗？这个
倒是没有。那恐怕问题就在这里了。说不定赤炼魔宗的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蛇毒送入了焚香门驻地。如何利用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先生觉得焚香门内有赤炼魔宗的奸细，趁着莫师妹用赤炼蛇卜算时偷袭。具体如何并不重要，当务之急是确认莫姑娘是否遭了暗算。我们要如何确认此事？苏姑娘，不需要我们来确认。啊？我们不过是小字辈，莫姑娘乃是七星堂首席，真正担心她的大有人在。正道武门究竟在玩什么考验后辈的游戏，我不清楚。但赤炼魔宗余孽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瞒过三山五堂，最多就是白骸谷驻地出了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只需上报，焚香门自会处理。可是这一来一回的时间，不怕拖延久了出问题吗？出问题你也要这么做。请先生解惑。因为这是焚香门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焚香门如今门风不正，内部混乱不堪。就算苏姑娘你历尽艰辛救出了莫姑娘，你觉得焚香门是感激你，还是记恨你毁了他们的名声？莫师妹并非恩将仇报之人。一个门派，纵使掌门也难以改变。门风一坏，若不刮骨排毒，只会越发腐朽。莫姑娘怎么想并不重要，在外人看来，焚香门出了事，却由清河剑派解决，这便会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一根刺，时不时发作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将先生的猜想上报宗门。本以为闭关几日，此事便会结束，可几天过去，竟还没有解决。那些河道境的老家伙究竟在想什么？难道散修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如今洗髓尚未完成，继续修炼也无济于事。没想到我区一个散修，竟也会遇到修为增长太快的难题。既然暂时无法提升修为，那便趁这个机会练些斗法用的法术。老杨，有没有兴趣再学个法术？恩公尽管吩咐，我们整日待在万魂幡中，除了沉睡也无事可做，能学些法术自然最好。这是居、所、问、行4门秘术，你们先熟悉一下，之后我再教你们修炼。若他们都能学会这些神魂秘术，往后斗法，我便能多出一群帮手。这些秘术正面杀伤虽不强，但对付罪孽深重之人却极为有效。如今赤炼魔宗余孽作乱，正好可以提前做些准备，趁现在研究一下苏姑娘之前给的神魂秘术改良版，或许能从中找到修复师父神魂的办法。纯一这小姑娘还真遇着贵人了，只可惜这小家伙不适合我们清河剑派，可惜可惜。老家伙，你疯了！有什么事不能先送个信来，强行刺破虚空将我们拉过来，你是想打架吗？哼，当初你们说我1000年之前欠你们人情，这事儿我认了。你们又说我老了，留不了多久，魔门降负，正该借机磨练小辈，逼我袖手旁观。好，我也答应了。如今白骸谷之事，你们做得如何？这才几天时间，你着什么急？老陆，你们焚香门的小字辈都快玩完了，你还问我急什么？每逢大战，必先蒙蔽天机，先杀卜者。当年无数云路弟子死于魔门暗杀，连卜算传承都因此断绝。如今这些小辈生于太平，竟连最基本的防备都不懂。陈年旧事何必再提？当年大战哪一派不是损失惨重？有气冲魔头撒去。我找你们来不是要吵架，我只想知道这场闹剧何时结束。再拖下去，真要出人命了。你们清楚我的脾气，我绝不容忍草菅人命。老家伙，现在要遭殃也是我焚香门弟子先遭殃，我都不心疼。正因他们没见识过魔头的厉害，才该吃些苦头。你还有多少时日，我又有多少时日？若不趁现在让他们警醒，等我们飞升之后，只会死得更多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清河剑派可以退出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别忘了赤炼魔宗的余孽里面有我蜃楼派的弟子潜伏，对方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。各大门派早在白骸谷留了后手，绝不会让事情失控。我提醒诸位，散修的命，那也是命。你们若是只顾着自家门人弟子的性命，让白骸谷损失惨重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
拜见尊主。无需多礼，三位在这里也有不少时日，是时候重见天日了。尊主是要让我们离开？不错，回到地上去找正道武门，就说你们被赤练蛇咬了，他们会将你们带到隔离区中。请问尊主，混入其中之后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？做什么都无妨，你们只需要进入其中即可，然后你们的任务便完成了，从此与我赤染圣教再无瓜葛。魔头，有种杀了我！想要用赤炼蛇控制我，你是痴心妄想。我知道你们蜃楼派的弟子有秘术守护神魂，所以在入门仪式时，你才让赤炼蛇咬了一口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但其实我知道，我就是故意收你入门的。哼，不要故弄玄虚了。你若是知道，还将所有计划告诉我，我早就将你的一切行踪汇报上去。你的死期将至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你怎么会觉得只有正道才不怕死？你这魔头究竟有什么毒计？怎么，方才还说掌握了所有计划，如今却来问我？也罢，告诉你无妨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蜃楼派的奸细，圣教的消息本就是我故意放出去，引蜃楼派上钩的。以你们蜃楼派装神弄鬼的作风，必会派人潜伏。我故意在暗处点灯，等的就是你这只扑火飞蛾。你所知道的一切，都是我想让你知道。你以为圣教早已复苏，门徒无数，连赤炼蛇都已重新培育，却始终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弟子藏在暗处。这阴影如此可怕，仿佛牵扯着惊天阴谋。你急着成为救世英雄，所以当我说要召集所有圣教弟子齐聚白骸谷时，你信了，也立刻上报了蜃楼派。该死的魔头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别急，很快就到正题。还得多谢你这些年夸大圣教声势，其实我们没那么强。正道武门志士尚可，哪有那么多人愿意入魔？不过夸张些也好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肯给我这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魔道与正道重新对话的机会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还会放你回去传话，就说白骸谷必将落入我手，但我不会伤人。即便如此，你们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。届时，我要清河剑派出面作保，给我一个与五大门派对话的机会。若你们能平息此事，便算我输。我可对天立誓，所有圣教弟子都会自首，绝不伤白海阁一人。如何？怎么算无法收拾？杀你易如反掌！整天打打杀杀，我是魔头还是你是魔头？至于怎么算无法收拾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白骸谷的毁灭就在一念之间。被赤炼蛇咬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死定了，谁能想到醒来之后不但没死，还被安排去喂蛇，干一天便发一天工钱。我们是俘虏，他为何要发这么多仓珠？如今又突然放我们离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有了这些仓珠，我便能买金刚伞。我就说改名是有用的。从今日起，我们兄弟三人都会鸿福齐天。长兄，如今我们已然脱困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尊主给我们的任务可是让我们主动向五大门派汇报。要不我们去找陈兄弟吧，他之前不是说在清河剑派驻地暂住吗？清河剑派也是五大门派之一，找他们总没错。好主意，陈兄弟信得过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今晚的白骸谷有些太安静了？确实不对劲，一路没见几个人，连庆云坊都没多少灯火。平日不论昼夜，总有修士往来，今晚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总算见到活人了，还以为白骸谷的人都消失了。不对，他们是冲我们来的，快走！他们的法宝比我们快，甩不掉。兄弟们，准备迎敌！这人怎么有些眼熟？你们三个为何在此？我们兄弟三人正要去清河剑派驻地访友，只是路过。清河剑派访友是他？那日在庭中与那小子喝茶的散修，既然是他的朋友，那就怪你们倒霉了。你们三个不知道谷中禁令吗？入夜之后不准随意走动，
我看你们鬼鬼祟祟的，是否已经被赤练蛇咬过了？啊！你们3个不可乱动。哈哈哈，还真让我猜中了！都给我抓起来！等等，我们正要去清河剑派汇报此事。还给我！你们焚香门还是强盗不成？负隅顽抗，我看你们是心中有鬼。这储物袋中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这么多苍珠，赤脸蛇的味道还这么重，看来这3人接触过不少赤脸蛇。没想到还真钓上大鱼了。这么多苍珠从哪里来的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收了魔头的好处？你们是否与赤练魔宗的魔头勾结？我们确实见过那个赤练魔宗的尊主，这些苍珠也确实是他给我们的，但我们没有害人啊。我们确实知道赤练魔宗的情报，不过说来话长，能否请道友放了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？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。机会？好，我给你。带回去好好审问一番，他们肯定跟赤练魔宗勾结，而且他们一定还有同党，说不定就藏在我们身边。不，先把我的苍珠还给我，那是我的东西。还想反抗？魏师兄，这人情况有些不对，似乎神智受了影响。果然是被赤练蛇的毒迷惑了。把苍珠还给我！可有办法先制住他，易如反掌。蜃楼派的幻术果真厉害，魏师兄客气了。今日算是有了大收获，大家也都累了，不如就回去吧。好，诸位兄弟先去休息吧，这3人交给我来审问就好。把他关进牢房，严加看守。是。我们被赤练魔宗抓走，只替他们孵化过赤练蛇，这些苍珠也是他们给的。孵化赤练蛇就能赚几万苍珠，赤练魔宗什么时候成善人了？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那陈烨呢？他是不是也参与了？此事与陈道友无关。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我只好用刑了。怎么会？170多年，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。钢沙炼体太痛了，以我现在的肉身和神魂，根本撑不过去。不，我不能死！我已经存够苍珠了，我可以买金刚伞，我还能活。怨恨吗？不甘吗？你本可以活，但他们不让你活。我要活下去，谁不让我活，我就杀了他们。你杀不了一个散修，要修为没有修为，要法宝没有法宝，你什么都做不到，你只能躺在这里任人宰割。不，我不会任人宰割，求你赐我力量，我要活下去。赐你力量，区蝼蚁，有何资格得我垂怜？我愿献上一切。蛇神在上，求您赐我活下去的力量。既然如此，便给你一个机会，送我真言，赐汝长生。长寿之者，退旧躯者得新生，焚己身者见大光明。阿弥陀佛！恭喜师弟血肉复生，尘戈尽去，这尊赤练蛇佛总算凝练成功。我涅槃宗又多了一尊佛陀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不过是雏形而已，称不上佛。佛本就无固定之相，绝非以强弱来划分。如今赤练蛇佛已现世，只要怨念与不甘永不断绝，这蛇佛便永世不灭。师弟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这场赌局我已然赢了一半，众生心有怨，自当以怨报怨。这世间因果循环，本该如此。怎么才一半？赤练蛇佛由怨念而生，
若有人能化解这股怨气，这蛇佛便不攻自破。呵呵，这是散修求不得长生积下的怨念。莫说旁人，就算清河剑派的张琪亲临，也未必化解得了。师弟未免太谨慎了。未必，正如毒蛇出没之地必有解药，蛇佛出世之时必有克星在旁。我心有所感，这白骸谷中还有一道变数。是何变数？不知道，但我会将其找出来。苏姑娘带回来的秘术确实厉害，连破碎的神魂都能重新凝聚。可这种办法是将原本的神魂重新塑造，这样一来，过去的记忆恐怕也留不住。若师父醒来以后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，那就算神魂恢复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完整的法子不能用。不过，其中滋养神魂的部分倒是可以试试。师父，感觉如何？也就聊胜于无。我神魂已经油尽灯枯，只不过有这万魂幡护持消散的慢些，到处都漏风的锅，怎么装水也装不满。对了，那些阴魂教的怎么样了？比想象中顺利。据所问行4门秘术，像是天生适合他们，照着练上几遍，基本都学会了。那就好。正道魔门都没听说有什么修复神魂的法子，倒是佛门有些不同。涅槃宗的第一任宗主，当年也是神魂重创，却以自身为根基，借众生愿力凝成了佛陀。慈心寺也是如此。这么看来，这2尊所谓的佛，是靠众生愿力维持的神灵。借愿力成神，就会受愿力束缚。涅槃宗的佛要回应弟子所求，慈心寺的佛也受慈悲本愿束缚，一旦违背自身愿力，根基也会随之崩塌。众生愿力能修复神魂，甚至助师父化作神灵，只是香火成神太过麻烦，一旦受了愿力，也会被众生所箍，再无修仙那般自在。好死不如赖活，能活就成了，我还挑剔什么？不过你真有办法，有时候我都忘了，几个月前你还只是个刚凝聚气海的小魔头，这才几天，都开始琢磨让我成佛了。罢了，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我看不懂，我先歇着了。想让师父借香火成神，首先得有东西承载众生愿力，再想办法收集足够的愿力。最麻烦的还是最后一步，师父必须心甘情愿接受这些愿力，只要心里还有迟疑，这条路就走不通。前2个我还能想办法，最后这个只能看师父自己了。陈烨，你勾结魔头的事已经暴露了，快束手就擒吧！真是废物，还以为能打起来。他没必要动手，毕竟有清河剑派为他撑腰，焚香门也不敢对他做什么。若是动手伤人，反倒是受人画饼。依仗清河剑派的势力，算不得什么本事。尊主为何在意此人？他可能让我们输掉这场赌局。输给陈烨？他不才气海境吗？尊主凝成赤练蛇佛后，可已经入了反虚境。何止反虚，凭蛇佛之威，就算遇上河道境，也能抗衡1、2。那陈烨凭什么让我们输？你们终究还是只会用修为高低来衡量力量。若是这么想，我们早该抹了脖子。要比修为比力量，谁比得张琪那老匹夫？那尊主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杀了他，我等都要同死；杀了他，我等都要同死。你们真以为如今已经赢了？尊主，赤练蛇佛已经练就，大半散修也都成了我宗信徒，日夜供奉愿力，壮大蛇佛威能。到了这一步，我宗应该也算是复苏了吧？不错，如今有赤练蛇佛庇护，只要寻个隐蔽之地，重新立下山门，慢慢休养生息，未必不能重现昔日事实。所以你们便觉得已经大功告成，接下来只需换个地方逍遥快活了，就如那涅槃宗一般，找个正道寻不着的地方自得其乐。这跟丧家之犬有何区别？我要的不是继续如蝼蚁般苟活，而是重立于天地之间，让宗门弟子都能堂堂正正行走在阳光之下。正道怎么可能容得下我们重新出世？可若尊主真有办法呢？尊主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正道势大，我们根本无法抗衡，难道是要用这白骸骨作为要挟吗？白骸骨算什么东西？
这里的散修又算什么东西？你们真以为五大门派有多看重这里？仔细看看他们派来的人便知道了。焚香门三山五堂也就来了莫贼心这么一个首席，他那卜卦的本事确实逆天，原本还算个麻烦，不过如今中了赤炼蛇毒，已然成了傀儡。至于天心岛云路仙宗，更是连通玄境的弟子都没送过来，也就只有蜃楼派主持了这场赌局，自以为胜券在握，才舍得将门内精英送来1/3。所以就算我将整个白海谷的正道与散修都收入囊中，对五大门派来说也不过是皮毛之伤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说陈烨杀不得。一旦出了人命，正道便不需要再顾忌什么输赢，有了直接出手干预的理由。到时候五大门派将这些小子辈带回去狠狠责罚一番，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尊主已经练出赤炼蛇佛，就算河道境修士亲临，应该也不怕。我不怕陆行舟，但张琪我挡不住。河道境是河道境，张琪是张琪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无需担心，张琪的剑是厉害，但他反而最好对付。这场争斗可以死人，但不能由我们先动手。只要逼得那些正道恼羞成怒，对白海谷散修痛下杀手，到那时候，我倒想看看张琪的剑是斩我，还是斩他的同道。正道五门太平了上千年，早就不是铁板一块。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他们拼命，而是让他们自己斗起来。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那陈烨，一个10来岁的少年，按理说能做什么？如今又被焚香门抓了，正好还能借此挑起焚香门与清河剑族的矛盾，对我的计划反而有利。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这么不安？这种感觉就像是遇到了天生相克之物，还是稳妥一些。怎么回事？刚才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。这跟我没关系啊！赤炼蛇毒，偏偏在被魏师兄抓走的时候发作。魏师兄，你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了？我没有，真不是我。你们焚香门的私人恩怨，我们云路仙宗就不掺和了。告辞。魏师兄，你要真想收拾他，带回去以后有的是办法，何必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手？我真没下手。天道不公，你才是受害之人，但还是被那人报复了。他借着焚香门的势力公报私仇，要置你于死地。怨恨吗？不甘吗？你想活下去吗？你想活下去吗？我想活下去。宋无真言，赐汝长生。你能赐我长生，也能收回，对吗？我还以为之前的老板是骗我，原来不买东西真的有大蛇入梦。你不怕死？不怕死又何必要追求长生？但我绝不想要别人施舍的长生。若不得逍遥自在，长生亦如地狱。我可以暂困其中，却绝不会永远沉沦。等一下，这里是我的梦境才对吧？刚才你说焚香门对我公报私仇，但咬我一口的是赤炼蛇吧？我中了蛇毒，才会进入这个梦境之中。我就说魏长生那家伙不应该这么蠢，以他自私自利的性格，就算要报仇，也不会选这种敏感的时候。原来是你在栽赃陷害，你究竟是谁？赤炼魔尊复生，还是赤炼蛇成了精？其实我师父跟赤炼魔宗有些渊源，我也是魔头，我也可以。陈兄弟，你终于醒了。楚无代、万魂幡、剑侠都不在了，那魏长生还真将我当囚犯来处置啊！我睡了多久？也就一小会儿。那魏长生将你送进来之后，他便一脸晦气的走了。陈兄弟，你也被赤炼蛇咬了吗？运气不好，遭了暗算。吕兄，你们又是何时进来的？魔头发工钱还发那么多，图什么呢？侯兄与长兄两人是怎么了？他们对侯兄用了刑，我们实在撑不过，只好认了罪。如今我们3人都被扣上勾结赤炼魔宗的罪名。长兄自储物袋被收走后，已经这样好几天了。他本已攒够仓珠，准备买金刚伞，如今突遭变故，打击太大，
怕是有些神志不清了。正道武门就没人过问此事吗？没人来问过。这里的看守大部分都是焚香门与蜃楼派的人，毕竟就他们的弟子最多。焚香门的魏长生仿佛是公报私仇，根本不给我们解释的机会。陈兄弟，你也被抓进来了，清河剑派也没能保住你吗？我毕竟不是清河剑派的弟子，连你也被抓了，我等散修命如蝼蚁，他们所谓正道，连个道理都不讲，说我们勾结魔头，我看他们才是魔头，他们才是魔。长兄，你冷静些。赤鳞蔽日，毒物吞星，腐肉运灵，愿化形，为救曲者得新生。焚己身者见大光明，焚己身者见大光明，焚己身者见大光明。正道不公，已然沦为魔道。我等散修被羁押太久，今日便是清算之时，谁愿意与我一同赴？怎么全出来了？慌什么？这里面只有2个通玄境，其他不过气孩子，先抓回去再说。法宝被烧了。邪魔外道也敢放肆！不可能！抵挡妖邪，你们才是妖邪！起雾，走！今日我等已经动了手，见了血，再无回头之路。诸位随我去将法宝取回，然后便将这些表里不一的正道赶出去。白骸谷是我等散修的地方，轮不到他们插手。赶出去！让他们滚出白骸谷！赶出去！让他们滚出白骸谷！还好都在。黑旋风，你怎么找过来的？闻着味儿来的。乌鸦鼻子有这么灵？黑旋风变大。你是不是又长大了？走。这下事情闹大了。5大门派的人来了，那边追上去！先生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可有受伤？来不及解释了。你可知道那魏长生在哪儿？他本应在这片区域驻守，先生不曾见到他吗？苏姑娘，我想请你送我到焚香门驻地，一路上不管是谁拦截，都不要停下。好。先生此时去焚香门，是因为刚才的意外。被赤染蛇咬过的散修受了蛊惑，要与正道武门开战。我们必须去焚香门，才能平息这场争斗，否则将会血流成河。先生是要去找莫师妹主持公道？不，我找魏长生。他怎么可能平息这场乱局？他有一样东西可以平息散修的怒火。是什么法宝吗？是他的脑袋。魏长生的人头有何用处？魏长生负责看押被赤染蛇咬伤的修士，所有人都认得他。这些日子的苦难，都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不曾想闹得这么严重。可是魏长生也并非下令之人。即便命令不是魏长生下的，可恨意总得有个目标，一个近在眼前、触手可及的人。只是魏长生一个，便够了吗？够了。他们所求不过是公正与尊重，只可惜这世道，偏偏连这点都难以满足。苏姑娘，
等下或许会有一场大战，我将会彻底得罪焚香门。若是你，先生是为了救人，对吗？不错，我不想这白骸骨血流成河。那我便是你的剑。好，通玄境的修士，请苏姑娘为我料理。通玄境以下，我来解决。若是遇到通玄之上，我恐怕难以护先生周全。5大门派都有一位化神境修士坐镇，平日虽然轻易不会出手，但我们若是打上门去，只能赌一把了。请问魏长生魏师兄在何处？原来是魏师兄的访客，两位来的不巧。魏师兄正在清心殿面见莫师姐，说是有重要事情要汇报，两位请移步到……等等。魏长生，你爷爷我来找你了，给我滚出来！一个手执万魂幡的小魔头闯到清心殿里来了，外面弟子是都死光了吗？什么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护体法术都没用！苏春义，你竟然与这魔头为伍！先生，这是通玄境，我来对付。苏纯一，你伙同这魔头来我焚香门撒野，未免欺人太甚了。快放人，然后束手就擒。先生，我怕是抵挡不住。无妨，我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焚香门的高手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。不过，云涛兄何必为难那些小辈？我王逸晨陪你过上几招。